第44章，傅三少，你耳朵怎么又红了？傅青燕以为南星是指户部向倩的事，结果小丫头一本正经道：“王冲的话确实挺有升值空间的，下次再有这种好东西，直接给我就行了。”傅青燕听到南星说的话，开车的江岑一个急刹车，两人在惯性的作用下差点飞出去。江岑怎么开车的？傅青燕坐稳身体，冷冷看过去。抱歉。江岑薄唇紧抿，大气不敢出。他总不能说自己和霍小姐一样，听他们聊天听得太入迷了吧？车子很快又平稳行驶起来。南星继续刚才没说完的话：“司长林虽然是我父亲，但他并不能代表我。下次再想送什么东西，直接冲我来。”傅青燕嘴角一抽，他是不想送吗？上次他送给南星的那张黑卡，他压根没碰。之前父亲送他温泉度假村，也被他婉拒了。但是除了傅家，其他人送的东西倒是照单全收。傅青燕怀疑他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让他感到亏欠。你不是不稀罕傅家的东西？傅青燕看他现在怎么又改变想法了？你不需要知道。傅青燕，好，不知道就不知道吧。傅青燕没再追问，拿出笔记本准备处理工作邮件。刚敲下几个字，就感觉头顶凉飕飕的。傅青燕回头，一眼就看到趴在头枕上的乌云。乌云娇滴滴地喵了一声，纵身一跃，跳到他笔记本的键盘上，开心地摇起尾巴。和南星共感后，乌云变成实体化，键盘在压力的作用下自动输入了一大串乱码。下一秒，一篇正文内容为Oswan Fiesta Nast 的邮件回复至公司高层的邮箱。傅氏集团高管看到傅青燕回过来的邮件，露出错愕的表情。傅总这回的什么玩意儿？新学的小语种。高管不好意思直接回复傅青燕，问他什么意思，赶紧找来几个同事沟通。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看着不像英文。废话，谁还不知道这不是英文了？也不可能是外语，都没断句。我觉得应该是发错了。听到发错了3个字，高管脑袋摇得像拨浪鼓。傅总是出了名的强迫症，一个标点符号错了都要扣奖金，绝对不可能发错。此时车上绝对不可能发错邮件的傅青燕正捏着乌云的脖子提到眼前，跟他大眼瞪小眼。喵！乌云耸着肩，表情十分无辜。江岑通过后视镜看到傅青燕对着空气做出奇怪的动作，背上冒出一层冷汗。难怪他刚才就觉得车里凉飕飕的，原来是进脏东西了。可是不对呀，傅总怎么会看得到那些东西？你是想被清蒸还是红烧？傅青燕直勾勾盯着乌云，又或者是油炸。江岑，救命！他到底在跟谁说话呀？乌云，过来！南星伸手去接乌云，谁知小家伙从傅青燕手中挣脱，直接钻进了他的西装外套里。南星表情一凝，傅青燕是气运之子，哪怕是灵体，也会被这股强大的气运所吸引。傅青燕见乌云钻进自己的西装，身形一僵，下一秒便看到小家伙从他的衣襟处探出脑袋，睁着浑圆的大眼睛盯着他看。傅青燕，糟了，为什么会觉得有点可爱？你别动，我来搞定他。担心傅青燕生气，南星做事抽扶。乌云看到他的动作，立马缩了回去。别躲，我不用扶也能收了你。南星靠近傅青燕，左手撑在座位上，右手伸进傅青燕的西装外套，精准捏住乌云的爪子。乌云很快从他手中挣脱，这次南星换成2只手，他环住傅青燕的腰，左右开弓。喵！乌云抗议，乌云不服，感觉到女孩柔软的手臂搭在自己腰间。傅青燕喉头一紧，南星身上有股淡淡的橙花香，随着身体的动作，香味在空气中悄然弥漫。傅青燕垂眸，视线落在女孩柔软蓬松的发顶和白皙纤细的脖颈上时，眼眸愈发深沉。抓住你了！终于，在傅青燕的身体越来越烫时，
南星抓住乌云的脖子，将他拎了出来。傅青燕并不知道，在这短短半分钟里，自己被渡走了多少气运，只知道南星坐回原位时，他的心跳还有点快，在乱跑。信不信我超度你？南星眯着眼睛威胁乌云，语气虽冷，却没有半点杀伤力。乌云早就知道南星是刀子嘴豆腐心，不仅没被他吓到，反而厚着脸皮在他脸上蹭了起来。傅青燕看着南星和乌云互动的画面，一时有些失神。待南星安顿好乌云，发现傅青燕正盯着他看，四目相对的瞬间，傅青燕墨眸微颤，紧接着收回目光，佯装冷静地处理邮件。傅三少，你耳朵怎么又红了？南星奇怪地问。傅青燕，是不是车里太热了呀？江岑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完全是昧着良心，因为他已经被两人的无实物表演吓出一身冷汗。倒是旁边的霍九九看上去很淡定，像是早就习以为常了一样。是有点热。傅青燕松了松领带，表情有些不自然，把空调再调低点。车子很快停在建筑工地前面。停工的这几天，傅青燕让人按照南星的指示，在工地的各个方位放上浴缸、绿植、金蝉等等吉祥物。今天他接南星过来，就是想让他看看布置的有没有问题。南星在工地各处转了一圈，道：“没问题，弄得很好。”傅青燕松了口气，那下个月动工应该也没问题吧？江岑忍不住问。南星嗯了一声，他能感觉温乐荣离开后，这里的能量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出意外，商业街建成后应该能赚得盆满钵满。正在这时，身后传来脚步声：“仙师，这边请，小心脚下。”南星回头，看到傅从云和段清秋从远处走来，两人身边还跟着一个身穿道袍的白胡子老者。南星，你也在这？段清秋扬起笑容，而后看向旁边的霍九九：“这位是？”南星，霍九九，我朋友，原来是霍小姐。你好，我是傅从云的妻子段清秋。你好。两人认识完，傅从云向傅青燕介绍：“阿燕，这是我托人请来的风水师，他看风水很厉害。你下个月就要复工了，以防万一，还是找人看看。已经看过了。”看过了。南星说没问题。傅青燕说完，傅从云愣了一下，紧接着他走到傅青燕身边，压低声音：“你让南星看的，他能看懂吗？”第45章，缥缈仙师。他连我的命都救了，看个风水有什么问题？话是这么说，但傅从云还没说完，风水师忽然发现什么，快步走向工地深处。缥缈仙师段清秋连忙追上去，其他几个人也跟上。缥缈仙师很快就走到南星之前发现将军灵体的那栋大楼里，看着老者眉头紧皱的表情，傅从云紧张地问：“仙师，是有什么问题吗？”缥缈仙师没回答，而是把眼睛闭了起来。“老公，怎么回事呀？”看到仙师这个样子，段清秋有点不安。工地出事后，关于南平道风水不好的言论在网上传得比比皆是。他还听说这地方原来是座古战场，下面埋着很多将士的尸骨。如果真像网上传的那样，那这个地方不就是个天然墓冢？听听仙师怎么说吧。傅从云皱了皱眉，心里有点不舒服。作为傅家长子，傅青燕的大哥，商业街到底还见不见？怎么见？傅青燕从头到尾都没找他商量过，现在又单方面宣称南星已经解决了风水问题，明显就是没把他这个大哥放在眼里。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地方凉飕飕的，明明是夏天，段清秋却感觉有点发冷，情不自禁往傅从云身边靠了靠。“你确定这里真没问题了？”傅青燕站在南星身边，余光掠过面色素冷的小丫头时，眼底闪过一丝玩味。南星挑眉：“你不信我？”傅青燕没回答，而是用眼神示意缥缈仙师：“主要是他看着比你更像真的，他本来就是真的。”南星道：“百里缥缈，
京城有名的风水大师，能化腐朽为神奇。傅大少把他请过来，应该动用了不少人脉。傅清燕有些意外，如果他是真的，那……话音未落，缥缈仙师忽然睁开双眼，口中喃喃道：“藏风聚气，得水为上，真是难得一遇的宝地呀！”傅从云、段清秋，缥缈仙师一改方才的严肃，笑道：“傅大少，我刚才动用灵气感应了一下，这里怨气全消，若建成商业街，必可内福纳财，富贵无比。”这怎么会？段清秋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我听说这里100年之前是一座古战场，下面埋着很多尸骨。的确如此，缥缈仙师点头。南平道在宋代以前发生过大大小小数十场战役，其中最著名的一场战役被命名为南平之战。大将军温乐荣携众将士与敌人殊死抵抗，却遗憾落败。他们的尸骨掩埋在这地下已有1000余年。虽然后来有很多道观、寺庙供奉了温将军，但这块地的风水一直没有改变。奇怪的是，今日我来到这里，竟然感受不到一丝一毫的怨气。缥缈仙师说着，看向傅从云：“傅大少，你可是找过其他风水师调整过这里的布局，又或者是做过什么特殊的法事？”傅从云茫然摇头：“没有。”那就奇怪了。缥缈仙师轻抚长须。南平道怨气笼罩1000年，就连我师父做法3天3夜都没能改变这里的风水。若不是有高人指点，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化腐朽为神奇？听到缥缈仙师这么说，傅从云心中闪过一个不切实际的念头：该不会这里的风水真是南星改变的？仙师，您的意思是，只有高人才能改变这里的风水吗？傅清燕微微挑眉。这是自然。缥缈仙师不假思索，改变风水的前提是掌握破局之道。南平道左青龙右白虎，前有暗山明堂，水流曲折，本该是个宝地，只因被怨气笼罩，才会邪事不断。因此，这破局就在于超度冤魂。但对于普通道士来说，超度一个冤魂都难，何况是成千上万个。傅清燕闻言，不自觉看向身边的南星。少女表情平静，腰背如挺拔的松柏，傲然如风。其实也不一定要用超度的方式。南星蓦然开口，众人不约而同朝他看去。这位小有事。缥缈仙师上下打量南星，直觉他身上有股仙风道骨的气息。温将军忧国忧民，一生驰骋沙场，将士们的死是他的心结，只要将他的心结打开，让他带着将士们离开，问题不就可以迎刃而解？缥缈仙师一惊：“小姑娘，你是玄门中人，不过是仙云观里的一个小道姑罢了。”仙云观，那不就是并尘道长的栖身之地？传闻并尘那个人性情古怪，轻易不见人，座下弟子也没几个。今天竟然就让他遇上一个。缥缈仙师喜出望外，连忙拉着南星到一旁攀谈。看着自己请来的仙师对南星如此客气，傅从云的表情变得有些微妙。我说了，他能解决。傅清燕微微勾唇，目光自始至终追随着南星的背影。傅从云沉默片刻，道：“这么厉害的妻子，三弟可要好好珍惜。”傅清燕回过神来，唇边笑容悄然敛却。许久，南星和缥缈仙师回来了。缥缈仙师向他一拱手，道：“今日和小友所言，老夫谨记在心。”傅从云、段清秋，仙师言重了，我也只是随口说说而已，不用放在心上。缥缈仙师欣慰地点点头，临走前还不忘提醒南星，一定要把那位破局的大师请过来，与他见上一面。我入玄门一生，还从未见过能和千年怨灵谈条件的大师。南星小友，如果对方不方便见面，也请一定要在他面前提一下老夫的名字，这样老夫也死而无憾了。放心，我会的。送走缥缈仙师，傅清燕走到南星身边，勾了勾唇，想不到某人还挺能装。南星看他一眼，没说什么，转身走了。傅清燕不仅装，还高冷。
傅从云请来缥缈仙师的事很快就在圈子里传开了。得知南平道的风水焕然一新，之前那些坐等看傅青燕笑话的人都绷不住了。明明风水大师们都说了，那地方谁开发谁倒霉，怎么没过几天又换了一种说法？当然，这些人里也有不信的，觉得是傅家联合缥缈仙师做戏，想把地价再炒上去。这天，南星在家雕刻玉石，忽然看到手机上弹出一则新闻：唐风性侵案最新进展。点击观看现场直播，第46章。你让我感到恶心。南星点进去，看到一名记者对着镜头道：“大家好，我现在是在警察局外面。唐风申请的取保候审已经通过，今天他的妻女就会来接他回家。官方直播间里的人数高达10万。”下面有很多人在刷屏，调查有结果了吗？唐风到底有没有侵犯唐一？什么时候发正式通告？他的妻子和女儿都来接他了，应该是已经自证清白了吧？要是真清白，就直接无罪释放了，还候审什么呀？屏幕里，记者和网友一样非常期待。唐风的案子这几天在媒体上掀起不小的风浪，网友们看了南星的直播回放。一部分震惊于世界上真的有玄学存在，另一部人则怀疑南星和唐一是一伙的，想通过这种方式让案件进一步发酵。而在唐风接受调查的这几天里，证人们也没闲着，先是第二医院的人站出来为唐风澄清，说他工作如何恪尽职守，对待患者如何认真负责，还展示了唐风挂在办公室里琳琅满目的锦旗。被唐风救治过的病人也组团帮他澄清，坚称他是个好医生。唐一的朋友也不甘示弱，他们甩出唐一的精神鉴定报告，坚称唐一没有精神问题，对唐风的指控不存在妄想。最戏剧性的还是昨天，一个自称是唐风前女友的人发了篇小作文，说他当年在和唐风约会的时候，总是莫名其妙犯困，在醒来时会觉得下面隐隐有些不舒服。吃瓜网友们到这会儿已经彻底迷茫了。直到今天，记者爆出张海文和唐一来接唐风回家，话题的热度再次冲到顶点。大家快看，唐风出来了！记者说完，镜头晃动着向前，现场已经有很多媒体在等。唐风一出来，瞬间将他包裹得密不透风。唐医生，请问审理有结果了吗？请问你真的性侵了唐一吗？唐医生，摄像师被挤得七荤八素，好不容易才稳住镜头。唐风脸色极差，短短几天瘦了一大圈。唐医生，第二医院站出来帮你澄清了。他们说你是个恪尽职守的好医生，你觉得职业道德和人性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吗？唐医生，请问您认识孙女士吗？她自称是您的前女友。唐风被媒体夹着往前走，一路低着头，口中重复：“抱歉，无可奉告。”忽然，一辆车在路边停下，车门打开，一个中年女人和一个瘦弱不堪的少女相互搀扶着走下来。定睛一看，正是张海文和唐一。唐风一眼就看到母女俩，眼底闪过一丝光亮。阿文，姨，他扒开围在身边的媒体，踉跄着脚步走向两人。张海文和唐一今天皆是一身黑衣，表情肃穆，看不出什么情绪。唐风来到两人面前时，酝酿了许久的眼泪夺眶而出。阿文，姨，我好想你们。唐风将张海文抱在怀里，肩膀都抖动的样子让旁人看了无不为之心疼。唐风和他妻子的关系看起来还不错呀。如果唐风真的侵犯了唐一，张海文怎么可能是这种反应？就是，谁要是欺负了我女儿，我早就把他大卸八块了。所以真的是唐一精神有问题。现在学生压力很大的，保不齐是夫妻俩对他期望太高，导致他精神错乱。看着网友们逐渐一边倒的评论，南星目光微暗。上次他已经告诉了张海文解决之道，但几天过去，他一直没收到那块石头。看样子，张海文是打算继续沉溺下去了。就在南星准备关掉直播的时候，别碰我！
张海文一把推开唐风，恶狠狠看着他：“唐风，你让我感到恶心。”唐风一惊：“阿文，你在说什么？你做的那些龌龊事，我都已经知道了。”张海文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我做龌龊事？我做什么龌龊事了？”唐风一脸无辜：“我在警局待了这么多天，他们什么都没查到。如果我真的有罪，他们为什么还放我出来？你只是取保候审，并不是无罪。”张海文面色沉冷，并且你很快就连取保候审的资格都没有了。唐风愣在原地，不明白张海文的意思，直到张海文抽出酒店房卡，狠狠甩在他脸上：“我已经托人查过开房人信息了，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你唐风的名字。事发当晚，你骗我有急诊，带着唐一去了那家酒店。现在监控视频就在我手里，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唐风闻言，表情倏然僵住，他不可置信地看向张海文：“阿文，谁都可以不相信我，但你不可以。你是我妻子，这么多年，我为这个家付出过多少，你不是最清楚吗？现在仅仅因为依依的一面之词，你就把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安在我身上，不觉得太过分了吗？我知道依依遇到那种事你心里不舒服，我也一样，但我不是答应过你一定会找到凶手，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现在依依精神出了问题，当务之急是把她的病治好，而不是顺着他的想法继续这场闹剧。”唐风做事去拉张海文的手，却被他毫不犹豫甩开。这是他第一次在张海文的眼睛里看到绝情2个字。可是不应该呀，明明他都已经收下了自己的石头，还随身带在身上。想着，唐风看向张海文的脖子，然后猛地发现那根系着石头的红绳不见了。唐风一把抓住张海文的肩膀：“阿文，我送给你的石头呢？扔了，扔了，扔哪儿去了？扔了就是扔了，你管我扔哪儿了？不行！”唐风像失了智似的，一边嘟囔一边摇头：“那是我送给你的定情信物，你怎么会扔？怎么能扔？你确定那只是一个定情信物？”张海文下颌微扬，冷漠的双眼直勾勾盯着唐风：“你在那块石头上做了什么手脚？应该比我更清楚吧？”第47章，竟然翻出20年前的旧案。唐风一阵恍惚，回过神后，眼神瞬间变得阴森可怕。“这也是那个主播告诉你的，是吗？”唐风抓着张海文肩膀的手指不断收紧。“是他说我有问题，说我在石头上动了手脚，是吗？”张海文被唐风捏疼，皱眉嘶了一声。唐一见状，用力将唐风推开：“不许碰我妈妈！”咦？看着冲到自己身前的女儿，张海文眼眶发红。他也不知道之前自己是怎么了，竟然鬼迷心窍，觉得唐风说的都是对的。后来唐一抢走了那块石头，他的脑子一下子就清醒了许多。虽然心里还是不太确定唐风到底是不是那样的人，但至少不会再无条件站在他那边，而是听了网友的劝，托人去酒店查到了开房人信息。再然后就是现在，看着唐一挡在前面的样子，张海文心如刀绞。女儿明明求助过他，可他却视而不见，还为那个恶魔做辩护。那时的依依该有多难过，多无助。“唐一，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唐风死死盯着唐一：“你不是我亲生的，但我待你视如己出。你吃的东西，穿的漂亮衣服，报的课外班，哪一样不是我花的钱？”面对唐风的质问，唐一不卑不亢，瘦弱的身躯犹如风雪中屹立不倒的冷松。“你确实在我身上花过不少钱，但我吃什么、穿什么，都是你来决定的。你为了让我保持身材，每天给我吃减脂餐，你以为是我自己想吃吗？还有那些衣服，我明明不喜欢白色，你却总让我穿白色的裙子，说白色最好看、最纯洁，然后逼我穿上那些裙子，配合你拍出恶心的照片。还有课外班，我最讨厌弹钢琴，你却偏要让我学钢琴，说弹钢琴的女孩有气质，会有很多男孩子喜欢。我想问，
唐风先生，到底是那些男孩喜欢穿白裙子弹钢琴的女孩，还是你喜欢呢？唐风喉头一梗，眼前的唐一恍惚中变成了另一张脸。那张脸的主人面容姣好，气质优雅。她时常穿着白色裙子走在乡野小路上，在阳光明媚的午后，坐在练琴房里弹钢琴。她那么美好，那么耀眼，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太高傲。唐风，我希望你不要对我有什么非分之想。等支教结束，我就会离开这里。唐风，我不喜欢你，请你离我远一点。唐风，不要过来，求你。记忆在女孩露出惊恐的表情时定格，思绪回笼。唐风眸光一凛，在众目睽睽之下，伸手掐住到唐一的脖子，咬牙切齿道：“韩寒，为什么你就不能听话一点？如果你再听话一点，我就不会对你动手。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韩寒是谁？唐风是疯了吗？我看精神有问题的不是唐一，而是唐风吧。直播间的观众显然被唐风表里不一的样子震撼到了，疯狂发着问号。唐一被唐风掐得面红耳赤，拼命捶打着他的手臂，但男人就像着了魔似的，不顾身后就是警察局，反手将唐一按在地上。你们都一样，一样的清高，一样的自以为是。我给你们机会，为什么不要？是我长得不够帅，还是赚得不够多？明明那么多女人都喜欢我，为什么只有你们搞特殊？既然你们都不喜欢我，那就不要喜欢了，一起下地狱吧！不远处，警察已经冲了过来，然而张海文却先他们一步，拎起手里的皮包，用力砸在唐风脑袋上。畜生，放开我女儿！唐风被张海文砸的脑袋一懵，紧接着一阵乱拳砸了过来。警察赶过来的时候，看到张海文正揪着男人的衣领，拳打脚踢，一边揍一边骂：“王八蛋，让你欺负我女儿，老娘打死你！”吃瓜群众都看呆了。卧槽，女武神降临！之前直播的时候怎么没见她这么英勇？她不是很维护唐风的吗？你们是不是忘了？主播说他那块石头有问题，他刚才说把石头扔了，说不定扔了以后脑子就清醒了。警察将张海文拉开时，唐风流了满脸的鼻血，意识都有些模糊了。因为张海文提供了新的证据，唐风很快被重新押回警局。这边记者还有点没回过神来。正如大家看到的，案件有了新的进展，唐风的妻子提供了新的证据。相信司法很快就会还唐一一个公道。面对这个结果，网友们纷纷感慨恶人自有天收。不过他们更好奇的是，唐风口中的那个韩寒是谁？刚刚唐风掐着唐一喊韩寒的时候，有10万网友作证，而且他们明确听到唐风说的是你们，而不是你。也就是说，除了唐一之外，应该还有另外一个受害者。意识到这一点的网友们开始各显神通，没过多久，便扒出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陈年旧闻：山村支教老师严寒意外失踪，案件至今未能破获。看到严寒的照片，网友们瞠目结舌，因为这个女人和唐一长得非常像，这也就解释了唐风为什么会忽然把唐一当成严寒，发疯似的掐住他的脖子，还说出一些奇怪的话。2天后，京城警方发布了唐风性侵案的通告，确认他存在犯罪行为。在供述过程中，唐风还承认，当年在大梁村失踪的支教老师严寒也是被他杀死的。这个消息一出，所有关注着这件事的人都为之震惊，尤其是唐风的那些同事和患者。得知自己敬佩的白衣天使其实是个杀人魔，三观都崩塌了。案情宣布的第2天，张海文和唐一坐车来到大梁村，随行警方在唐风供述的埋尸地点掘地3尺，果然发现一具白骨，而距离这具白骨的主人被埋在这里，已经过去整整20年。严寒的父母得知这个消息，连夜坐飞机赶到大梁村，捧着女儿的白骨，哭成泪人。第48章，那个女孩的秘密。20年前，刚刚大学毕业的严寒怀着对未来的无限向往来到大梁村支教。
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严寒的出现就像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女孩有着一头乌黑的长发，爱穿白色连衣裙，弹得一手好钢琴。每天午休时，学生们都会趴在琴房的窗边听她弹琴。这些人里就包括唐风。唐风当年15岁，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他对严寒一见钟情，之后的日子里，经常缠着严寒，给他送烤地瓜，送桑葚果，送狗尾巴草做成的戒指。一开始，严寒以为这只是学生对老师的喜爱，直到有一天，唐风趁他练琴的时候亲了他的脸，严寒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郑重地告诉唐风，只是把他当学生，没有其他想法。那一刻，唐风听到了自己心碎的声音，心中的爱慕也渐渐变成病态的占有欲。一个夏天的午后，严寒的男朋友来大梁村看她，唐风不经意间看到两人亲吻的场景，内心极度的火焰熊熊燃烧，第一次萌生出想要毁掉他的冲动。毕竟只有毁掉他，他才不会有自己的思想，才会对他言听计从。唐风这么想，还真的这么干了。几天后的晚上，他在严寒打水的路上将他打晕，拖到苞米地里进行了侵犯。严寒醒来时，正衣衫不整地躺在地上，手上传来钻心的疼痛。他挣扎着爬起来，看到自己的双手被刀子划得血肉模糊，而那个罪魁祸首就坐在旁边，一脸冷漠地盯着他看。唐风告诉他，因为他用这双手给她男朋友弹了钢琴，所以必须废掉。他还说，如果他愿意跟自己交往，他不仅不会嫌弃他弹不了钢琴，还会充当他的双手，每天帮他洗脸、换衣服、梳头发。严寒毛骨悚然，他用鲜血淋淋的手指着唐风，骂他是变态，是人渣，是恶魔。唐风的怒火被瞬间点燃，在严寒的怒骂声中，他忍无可忍，捡起地上的匕首捅了过去。20年前的大梁村信息闭塞，再加上唐风杀人埋尸后一把火烧了苞米地，导致证据全无。当地警方就以失踪案草草了结了这个案子。严寒的父母在女儿失踪后一直没有放弃寻找，整整20年，他们走遍全国各地，只希望打听到关于女儿哪怕是一丁点的消息。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女儿竟然早就死在了大梁村，杀害她的凶手还是他引以为傲的学生。尸骨收拢后，严寒的父母同意了媒体的采访。他们当着记者的面拿出严寒当年寄给他们的信，信上的字迹俊秀有力，和严寒优雅知性的形象十分契合。记者默默读信，读着读着，眼圈就红了。今天给孩子们上了第1堂课，我告诉他们，百学须先立志。现在的生活虽然困难，但只要心中有梦，梦想就会推动着他们一步步向前。我看到有几个孩子的眼睛里泛起泪花，很想告诉他们，苦难只是一时的，将来的他们还会看到很多很多美好的风景。大梁村的冬天好冷啊，刚刚烧好的水一落地就结冰了。只是天都这么冷了，怎么还不下雪呢？南方人等一场雪真的好难。下雪了，终于下雪了，漫天大雪像鹅毛一样翩然落下。荒凉的大梁村银装素裹，竟也别有一番韵味。好想写信跟东子分享，但大雪封路，信寄不出去，只能等开春再说。孩子们似乎很喜欢听我弹钢琴，我也很喜欢弹给他们听。今天弹了东子最喜欢的舒伯特小夜曲，如果有他的小提琴伴奏就更好了。班上有个叫唐风的学生，脑子很聪明，每次考试都拿第1名。我问他的理想是什么，他说想当一名外科医生。听到这个答案，我很欣慰，给他推荐了好几本医学相关的书籍，真希望他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倘若哪天他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会不会也有我的一份功劳呢？哈哈哈，说笑了。今天唐风送给我一只用狗尾巴草做成的指环，我很喜欢。这里的孩子都很热情，也很淳朴。东子总说我欠考虑，但我却觉得来大梁村支教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决定。下周就是我的生日了，
东子说会来看我，我让他带了小提琴过来，到时候我要和他一起演奏给孩子们听。严寒在日记里只字未提唐风对他的骚扰，反而由衷希望唐风能实现他的理想。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那个被他寄予厚望的男孩儿第一次拿刀不是为了救人，而是为了杀人。在那个寒冷的夜晚，匕首刺穿的不只是他的心脏，还有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善良。唐风因数罪并罚，又情节严重，很快便被送入监狱。南星再次见到唐一和张海文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他坐在桌前，刚刚打开霍99帮他申请的直播间，就看到镜花水月向他发起连线。连线接通后，对面出现的是唐一的脸。大师，又见面了。唐一脸上带着笑容，状态似乎比之前好了许多。你好。南星弯了弯唇角。大师，你看我这是在哪？唐一举着镜头转了一圈，窗外是绵延的远山和原野。南星，你们去旅游了吗？唐一点头。我妈妈帮我办理了休学，我们会准备去 Z 城定居一段时间。大师，谢谢你。如果没有遇到你，我还不知道未来的日子是什么样的。那天他抢走母亲的石头，母亲一下子就清醒了很多。后来他把石头寄给南星，母亲抱着他痛哭一场，诉说了对他无尽的愧疚。大师，我以后还会反复吗？张海文担心地问。清醒之后，他看了直播回放，发现当时的自己真的很吓人，像丢了魂似的。他很怕再遇到唐风那样的渣男，被蛊惑的神志不清。不会了，南星道，我已经解开了那块石头上的弥合术，不过将来再有人送你什么定情信物，就不要乱收了。明白，明白。张海文点头如捣蒜。我也不打算再找男人了，以后就好好陪着依依。哦，对了，他现在不叫唐一了，而是叫张一。好的，张一。南星笑了笑，祝你们的未来诸事顺意。直播挂断后，南星在公屏上写下连线方式，他不怎么会鼓捣这些东西。多亏霍99是个热心肠，不厌其烦地告诉他怎么操作，还给他写了份攻略。南星弄完就准备连线今天的第一个客户。他感觉这种不用出门就能帮人解决问题的方式还挺方便的。以后他隔三差五直播提升一下修为，再趁机开一开傅青燕的小游，相信用不了多久就可以顺着那张符纸上的煞气找到加害傅青燕的真凶。很快，一个名为生生不息的女孩抢到福袋。第49章双胞胎。女孩送完浪漫之心，发起连线，下一秒，屏幕右边出现一张平平无奇的脸。女孩看起来很拘谨，调整了半天镜头的角度，才开口道：“主播，你好，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女孩沉默了一会儿，道：“有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我有个双胞胎姐姐，我们八字相同，但不知道为什么，她样样都比我强。我们虽然长得一样，但她看上去就是比我精致许多。我皮肤不好，又黑，但她却白得反光，像白雪公主。我们小学、初中、高中都在同一所学校，她天生就很聪明，随便学2下就能考第1名，不像我，无论多努力都只能吊车尾。她的异性缘很好，有很多富二代追她，我就不一样了。我谈过3任男朋友，都是很渣的渣男，他们经常扑我、劈腿，还花我的钱。每次分手，姐姐都安慰我下一任会更好。但事实证明，下一任只会更糟。现在我和姐姐都大学毕业了，她去了全球500强的大公司，年薪6位数，而我还在家待业，投了成百上千封简历都没有音讯。主播，我说这些不是嫉妒姐姐，其实她过得好，我比谁都开心。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命这么不好，不管做什么都很吃力。有时候姐姐想带我去接触她的圈子，我都不好意思，怕给她丢脸。因为我们虽然是双胞胎，但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我怕别人觉得我是她的累赘，这样对她也不好。双胞胎真的会有这么大差距吗？差距是有的，
但生生不息形容的这种多少有点夸张了吧？生生不息，会不会是你对自己要求太高，才让你产生了一种事事都比不过姐姐的错觉？女孩摇头，不是的，不是错觉，不信我可以给你们看我姐姐的照片。说着，她从抽屉里拿出相册，找到一张和姐姐的合影。看到照片上的两个女孩，网友们集体沉默了。只见左边的生生不息灰头土脸，脸上的沟壑感十分明显；右边的姐姐却像是开了美颜一样，是一眼就让人惊艳的程度。原来真的有这种长得差不多，但一个比另一个好看很多的情况存在呀！看来生生不息没有说谎。姐姐长得这么好看，她在旁边肯定会自卑的。关键他们还是双胞胎，心理落差一定很大吧？所以这到底是为什么？大师快解释一下。南星之前还有点怀疑自己的判断，在看到姐妹俩的合影之后，瞬间打消疑虑。他看着女孩道：“你和你姐姐之所以差距这么大，是因为你们不是普通的双胞胎，而是此消彼长的阴阳胎。阴阳胎。”女孩的眼底闪过一丝惊恐。阴阳胎一阴一阳，其中一方蒸蒸日上，另一方注定走向消亡。你父母年轻时应该是得罪了什么神仙，先给他们下了阴阳胎的诅咒，所以你和你姐姐的差距才会如此之大。那这个可以解吗？女孩紧张地攥紧双手。还有，你说的消亡是什么意思？阴阳胎的最高共生期是49年。你和你姐姐49岁时，必定会有一个人意外身亡。女孩闻言，脸色变得更难看了。我的天，这个诅咒也太可怕了！大师，快帮帮小姐姐吧！生生不息，别害怕，大师很厉害的，肯定能帮到你的。这是他父母犯下的罪孽，我帮不了。男星说完，直播间瞬间晋升，女孩的心也坠入谷底。然而，就在他万念俱灰时，南星话锋一转。不过，有人能帮到他，并且那个人已经在帮他了。女孩一愣，旋即睁大双眼：“大师，我怎么听不明白？是谁在帮我？”南星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道：“你现在用的那些护肤品都扔了吧，还有正在接触的异性也全部删除。至于工作，找不到就先不要找，好的还在后面。”听到南星这么说，女孩连忙道：“好的，大师，我记下了。”然而还没开心几秒，女孩忽然想到什么，笑容一凝：“大师，你刚刚说阴阳胎此消彼长，如果照你说的，我的未来会越来越好，那我姐姐岂不是……”话音未落，女孩的手机响了，正要挂断，南星开口制止：“别挂。”女孩有点懵，但还是听话的接起来。电话那头顿时传来女人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声音：“安诺，快来医院，你姐姐出事了。”安诺噌地站起来：“我姐出事了？出什么事了？”电话里说不清楚，你快来吧。女人说完便挂了电话。联想到南星刚才说他的生活马上会变好，安诺心里咯噔一下，忽然明白了什么：“大师，我得先去趟医院。”安诺脸色煞白，一刻都不敢耽搁。南星点点头：“路上注意安全。”说完，准备连线下一个人。安诺却叫住他：“大师，一会儿我可以不抢福袋直接连线吗？我还有问题想问你。”他想知道到底是谁改变了他的命数，那个人又知不知道随便改变他的命数会让他的姐姐承受无妄之灾。第50章，父母竟然用他的八字。可以，南星没有拒绝。如果我没下播，你直接连我就好。安诺连连道谢。第二个抢到福袋的 ID 叫人间旅客，对方送完浪漫之心上来，南星愣了一下，因为他看到一张熟悉的脸，不是别人，正是方俊野的姐姐方兰杰。大师，还记得我吗？方兰杰人在外面，左手拄着拐杖，右手举着手机正对自己。南星点点头，记得。方兰杰，我现在不叫方兰杰了。方兰杰拿出新的身份证。大师，我听你的去改了名字，现在叫方喜乐。他们都说这个名字有点土，但我自己挺喜欢的。平安喜乐，平安喜乐。
他这辈子和这4个字完全沾不上边，改名叫喜乐，也是希望自己能过得开心一点。这个名字没问题。南星道：之前让你改名，是因为兰杰有兰杰的意思，你父母应该是想生儿子，才给你起名兰杰。轮到你弟弟的时候，就变成了德宝。原来兰杰是这个意思。我家就是海城县城的，我证明兰杰就是重男轻女的名字。招娣盼娣那种是明摆着的，兰杰就委婉一点，但意思都差不多。给女儿起名兰杰，儿子起名德宝。结果他们的宝贝儿子大学没毕业就出去招摇撞骗，讽刺不讽刺？方兰杰现在应该叫方喜乐了。方喜乐听到南星对自己名字的解释，表情有些惊讶。他一直知道父母重男轻女，却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原来也是重男轻女的产物。我以前问过父母，为什么给我起名兰杰？他们说希望我像兰花一样纯洁。方喜乐抿了抿唇，表情有些怅然。他还以为父母虽然重男轻女，但也是爱他的。原来一切都是他的自我安慰罢了。你今天来找我是想问什么？南星言归正传，方喜乐的经济条件并不是很好，但刚才却毫不犹豫地打赏了一个浪漫之心，应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方喜乐调整了一下拐杖的位置，好让自己站得舒服点。上次你说让我拿回自己的八字，我想问问具体是什么意思？我要怎么才能把八字拿回来呢？当时因为男朋友忽然回来，连线断得太突然，他都没来得及问清楚。你的八字应该被放在了瓶子之类的容器里，那个瓶子现在被你父母镇压在石头下面，你只要找到瓶子，把写着八字的黄纸烧掉就行。哈，姐姐的八字被镇压在石头下面，他们要拿姐姐的八字做什么呀？姐妹们，我有种不好的预感，他父母的这个操作特别像宫斗剧里的扎小人，把八字写在娃娃身上，然后用针扎娃娃。可姐姐是他们的女儿，他们图什么呀？方喜乐也问大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南星道：你的出生对你父母来说是累赘，他们的心思全在方德宝身上，镇压你的八字，可以让你变得听话懂事，逐渐失去主见，这样他们就可以随意摆布你，让你心甘情愿做弟弟的血包。此话一出，网友们震惊了，救命！真的会有这么坏的父母吗？他们重男轻女就算了，还要赔上姐姐的人生，凭什么？方德宝是他们的儿子，姐姐也是他们的女儿呀，难道女儿就要当儿子的垫脚石吗？气死我了！大师，你一定要严惩那对老东西。看着网友们的评论，方喜乐的手越攥越紧，他怎么都没想到，父母竟然拿他的八字做这种事，难道他们不知道这种邪术有可能伤害到他吗？想着，方喜乐深呼吸，我现在就在父母家门口，其实我今天过来就是想拿回自己的八字。大师，我可以挂着直播吗？你帮我看看瓶子在什么地方，可以？南星不假思索，得到南星的承诺，方喜乐的心放下大半，连忙戴上蓝牙耳机。他拄着拐一瘸一拐地走进面前的小院，叩响紧里面的房门。谁呀？里面传来一个妇女的声音：妈，是我。不多时，房门打开，方母看到方喜乐，顿时露出灿烂的笑容。兰杰呀，我正想打电话叫你过来呢，这不是巧了吗？哎，他妈妈看上去还挺和蔼的，我赌一根辣条，他妈肯定有求于他。我随一根，方德宝的饭碗丢了，他爸妈肯定又惦记上女儿的钱了。方喜乐将手机放在胸前的口袋里，刚好将镜头露在外面，而后道：妈，我改名了，不叫兰杰了，以后叫我喜乐就行。方喜乐说完，方母的表情明显变了一下。喜乐这名字也太土了，不如兰杰好听。再说兰杰是我和你爸给你起的，哪能说改就改？为什么不能改？方喜乐忍不住反问。我都30岁的人了，想改个名字还要经过你们的同意吗？方母没想到女儿会对回来，惊讶地睁大双眼。兰杰，你今天吃枪药了？
方喜乐盯着方母的眼睛：“你和我爸给我起名兰杰，不就是为了让我拦截住后面的女孩？在你们眼里，只有儿子才是亲生的，我这个女儿就只是个行走的血包，不是吗？”你，方母一脸震惊：“方兰杰，你说啥呢？有种再说一遍。”我说：“我不想再当方德宝的垫脚石了。”方喜乐亮出身份证，看，我已经把名字改了，现在我就叫方喜乐。你们不同意也没用。方母被方喜乐气懵了，抬手就是一巴掌，伴着一声脆响，方喜乐的脸上顿时浮现出5根鲜红的手掌印。啊！老东西打人了！姐姐不要跟他说那么多，他听不懂的，快找东西吧。网友们也不管方喜乐看不看得见，在直播间里不断刷屏。方喜乐捂着脸，咬牙问：“你们把我的八字放哪儿了？”方母闻言，脸上闪过一抹惧色：“八字？什么八字？我不知道啊。第51章，逼他相亲。别装了，我已经知道了。你和我爸镇压了我的八字，就是为了让我对你们言听计从。胡说八道！”方母怒火中烧：“我和你爸都是老老实实的农民，哪懂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看你就是被男人甩了，心里不舒服，跑过来没事找事。”方喜乐本来就很难过，听到母亲拿她男朋友悔婚的事数落她，顿时无比委屈，红着眼反驳：“我被甩是因为谁？要不是你们把我攒的钱都给了方德宝，我怎么会为了攒嫁妆大半夜跑出去送货，不小心弄断腿？死丫头，你自己拴不住男人的心，现在倒是埋怨起我们来了。我告诉你，赵晨不愿意娶你，不是因为你拿不出嫁妆，而是因为你还没结婚就跟人家住一起了。人家觉得你轻浮，是便宜货，才找了这么个理由悔婚。你可别把锅甩到你弟弟身上。”方母气得口不择言起来。听到母亲这样贬低自己，方喜乐心里一阵刺痛。他不再和的母亲争论，冷冷道：“把八字还给我，我拿到八字马上就走。”就在这时，院子里传来说话的声音：“我家闺女虽然谈过男朋友，但人还是蛮好的。你打她骂她，她都不会还手。”说话间，方父领着2个男人进来，其中一个脖子上挂着大金链子，腋下夹着公文包，长相有些奸诈；另一个则是坐在轮椅上，目测有200来斤，满脸横肉，肚子大的像怀孕8个月。方母见人来了，立马换了副嘴脸，凑到方喜乐耳边小声道：“你不是跟赵晨黄了吗？我和你爸又给你相看了一个，是程家老二，虽然腿残了，但家里有钱，你嫁过去肯定不会吃亏的。”方喜乐顺着母亲的目光看过去，对上男人那张油腻的脸，毫不犹豫摇头：“不，我不嫁。”方母脸色一沉，死死掐住方喜乐的手腕：“你跟赵晨同居那么长时间，早就不是什么黄花大闺女了，有人愿意娶你都算不错的。正好你弟弟从京城回来了，现在又没工作，你赶紧嫁过去，还能拿到一笔彩礼。”闻言，方喜乐哑然失笑：“你们果然还是为了钱？难道我在你们眼里就是赚钱的工具吗？”这话说的怎么是工具呢？程家那么有钱，你嫁过去，人家还能亏待你不成？面对方母的洗脑，方喜乐不为所动。他那个样子，说是娶老婆，其实就是找保姆。保姆怎么了？女人结婚本来就要伺候老公的，别把自己想得太金贵了。姐妹们，我真的要气死了！你们听听他说的是人话吗？现在好多老一辈的都是这个思想，觉得女人必须在家相夫教子，男人就可以出去花天酒地，一群智障！没有女人他们生得出来吗？各位，我哥是海城县城的黑社会，我现在就让我哥摇人，把那个程什么玩意儿的轰走。方母和方喜乐互相推搡的时候，程家人过来了，方母赶紧剜他一眼：“我警告你，别给我丢人现眼，不然有你好果子吃。”方喜乐自知无路可逃，只好压低声音问：“大师，你能感觉到我的八字在哪吗？”“不在你家。”南星道：“可能被他们放到了其他地方。”“其他地方？”方喜乐皱了皱眉，正当他不知所措时，南星又道：“
告诉你母亲，如果她愿意说出镇压八字的位置，你就同意相亲。”南星说完，直播间里的观众瞬间扣出一堆问号。大师，这样真的好吗？万一姐姐不能脱身怎么办？先不说这个，你们觉得那个老女人真的会兑现承诺？大师虽然算卦很准，但好像不是很懂人性。南星没有理会评论对他的质疑，拎起茶壶倒了杯茶，默默关注着众人的一举一动。方喜乐很相信南星说的话，直接按照他说的重复了一遍。这次方母没再装傻充愣，果断道：“你的八字就在祠堂旁边那块大石头下面，到时候你自己去找。”听到母亲这么说，方喜乐心里的最后的一点侥幸也不复存在。与此同时，方父带着程家兄弟走过来，方父满脸堆笑地介绍：“这就是我女儿兰杰，今年30岁。”未婚。程老大上下打量方兰杰，目光落在他的腿上，眉头一皱：“你女儿腿怎么了？”方父连忙解释：“是送货的时候不小心摔到的，医生检查过，说养一阵就好，不耽误以后干活。”程老大点点头，嘴里嘟囔：“不耽误就行，不然怎么照顾我弟弟？”坐在轮椅上的程老二直勾勾盯着方喜乐，两只手不时摩挲双腿，表情十分猥琐。“老二，你看怎么样？”程老大问。“好，好，我喜欢。”程老二使劲点头。他现在这个德行，长得正常点的女人都看不上他。方喜乐已经是他见过的女人里面长得最好看的，虽然被人睡过，但他不嫌弃。“我弟喜欢，那就没啥问题。”程的老大直接拍板，随后看向方父：“彩礼就按咱们之前商量的20万，没问题吧？”“没问题，没问题。”听到20万，方父笑得合不拢嘴。方母也很高兴，这可是20万呐，关键人家还不要嫁妆。等20万到手，他们夫妻俩留5万，剩下15万给方德宝。至于方喜乐那边，要是他伺候得好，以后的好处肯定也不会少。方母心里的算盘打得啪啪响，殊不知直播间里的观众已经把两人喷上天。姐姐都还没见过那个死胖子，他们夫妻俩就把价钱谈好了。我吐了，我真的吐了。那个去叫黑社会的兄弟呢？能不能让你哥把这2个老东西也带走啊？方喜乐见父母把彩礼都谈好了，顿时紧张起来，小声问：“大师，镇压八字的位置已经问出来了，我现在要跑吗？不过我的腿可能不太方便。”南星看了眼程家兄弟发黑的面相，道：“不用跑。”第52章，儿子女儿应该一视同仁，真的不用跑吗？万一他们把我关起来，不用跑。南星又重复了一遍。方喜乐暂时放下心来。程老大跟程父说完彩礼的事，对着方喜乐道：“我弟弟虽然看上你了，但你俩也得先熟悉熟悉。”“对对对，是的，熟悉熟悉，不然以后咋过日子呢？”方母说着就把方喜乐往房间里推，程老大也推着程老二进了房间。“你俩就在这儿聊吧。”程老大把房门一关，自己还待在房间里，明摆着是要看着方喜乐。程老二已经迫不及待，喷着唾沫问：“你叫方兰杰是吧？我改名了，现在叫方喜乐。”“喜乐，喜乐好，我爱喝喜乐。”两人聊了一会儿，程老二忽然控制轮椅到方喜乐身边，一把握住他的手。方喜乐吓了一跳，用力把手抽回来：“你别对我动手动脚。”程老二表情瞬间凝固，发出一声嗤笑：“我听说你跟赵家那小子都同居1年了，不得睡过180回了，还装啥纯？这样，你过来亲我一口，亲我一口，我就不提你是破鞋的事儿了。”方喜乐一阵反胃，恨不得拔腿就跑，但他腿还瘸着，不敢铤而走险，只得耐着性子道：“我现在亲你，显得我这人太轻浮。再说咱俩马上就要结婚了，何必急着一时半会儿呢？”程老二似乎被方喜乐说动了，油腻的目光对着女人的腰身来回搜寻，正准备放她一马，程老大忽然道：“方兰杰，你哪那么多废话？”话落，他大步走到方喜乐面前，
猛地抓住他的胳膊。我弟人傻，我可不傻。你以为我看不出你心里在想什么？我告诉你，想嫁进我们程家的女人有的是。你岁数不小了，又是个二手货，我弟能看上你是你的福气，别不知好歹。不是，我听到了什么？他弟长得跟猪头肉似的，谁给他的自信说这种话？卧槽！不要侮辱猪头肉，我最爱吃猪头肉了。方喜乐被程老大吓到了，忍不住往后躲。程老大手上一用力，把方喜乐拽回来，恶狠狠道：“把衣服脱了。”什么？我弟娶你之前，总得先验验货。方喜乐没想到程老大会无耻到这种地步，惊恐地捂住胸口。我警告你，不要乱来！你爸妈都把你卖给程家了，怎么算乱来？那也不能当着你的面脱。方喜乐声音颤抖：“我是嫁给你弟，又不是嫁给你。要不你先出去。我姓程，我弟也姓程，都是一家人，不用分那么清楚。”程老大说着就去扯方喜乐的衣服。方喜乐吓坏了，拄着拐往外跑，结果没跑几步，就被揪着衣服扔回到床上。哥，加油啊！程老二非但不阻拦，反而在旁边加起油来。直播间观众的三观都被震碎了。这程老二不会真是个傻子吧？哥哥羞辱他未来的老婆，他居然还在旁边加油打气。大师，现在怎么办呢？你不是说不用跑吗？现在是什么情况？大师，你行不行啊？什么大师？我看就是个骗子吧。这么长时间一句话没说，说不定正想着怎么自圆其说呢。就在观众们开始质疑男星的能力时，客厅忽然传来嘈杂的声音：“程红，给我出来！”程老大一愣，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房门便被一脚踢开，几个留着板寸、身上纹满纹身的男人一拥而入。待程老大看清领头那人的脸，眼中瞬间闪过一抹惧色。虎哥身边的手下一脚将程老大踹飞，紧接着一拳砸在程老二的鼻梁上。程老二捂着鼻子翻下轮椅，一边蠕动肥胖的身体，一边发出痛苦的呻吟：“虎哥饶命，饶命啊！”程老大一改方才嚣张跋扈的姿态，像丧家犬一样跪在地上，砰砰磕起头来。直播间里的观众都看懵了，这些人是谁呀？看样子是当地的地头蛇，一进门自带王霸之气。对了，刚才不是有个小哥说去联系黑社会了吗？这些人就是黑社会吧？虎哥抬脚踩在程老大的背上，狠狠一撵：“听好了，方喜乐是老子的人，你和程老二要是敢碰怕一根汗毛，我让你俩今晚去见阎王。懂。虎哥放心，你看上的女人，我们绝对不碰。”程家兄弟很快就屁滚尿流地逃跑了。方喜乐来到客厅的时候，见父母缩在角落里，大气都不敢出。这个叫虎哥的人是海城黑社会头子，一般人根本见不到，也不知道是什么风把他们吹来的。虎哥环顾四周，看到角落里抱成一团的夫妻，慢悠悠地走过去，随后拉了把椅子往夫妻跟前一坐，问：“你俩就是方喜乐的爹妈？”“是。”“我听说你俩这些年从女儿那捞了不少钱，大部分都给儿子了，有这事吗？”“有这事，但那是因为德宝到岁数了，要娶媳妇。你也知道，儿子娶媳妇要花很多钱，但女儿就不一样了。”“呵呵，是吗？”虎哥露出一个瘆人的微笑。“但我怎么觉得，儿子和女儿应该一视同仁呢？夫妻俩不约而同打了个寒战。你俩现在打电话叫方德宝回来，让他当面跟他姐道歉，然后把这些年从他姐那里拿的钱全都还回来。”“啥？”方父大惊，这恐怕不好吧？德宝他最近手头挺紧的，估计没那么多钱。那就让他打欠条，立字据。虎哥不耐烦地看了眼手表：“我时间有限，你们最好快点，不然我亲自让人去找方德宝。”“别！”方母吓坏了，赶紧掏手机给方德宝打电话。此时方德宝正在棋牌室里打麻将。自打探险队解散，他就回了老家，继续过上混吃等死的日子。好在父母从姐姐那儿捞了不少钱，还能供他的生活费。
忽然，方德宝的手机响了，他接起电话，喂了一声，2秒后，脸色倏然变白。第53章，二哥要凉了。方德宝咋不出牌？牌友叼着牙签问。方德宝唰地站起来，我得回趟家，先不玩了。哎，钱还没算呢。方德宝白着脸冲出棋牌室，心里七上八下。很快，院子里传来脚步声。方德宝一进屋，看到虎哥坐在凳子上，心脏差点从嗓子眼里跳出来。虎哥，你怎么来了？虎哥给方父递了个眼神，方父连忙道：“德宝啊，你姐现在腿脚不方便，没法出去送货，手头有点紧，要不你先把之前从他那借的钱还回来呗。”方德宝一愣：“我什么时候从他那儿借钱了？那些钱不都是你们给我的吗？是我们给你的，但我们也是从你姐手里拿的呀。”方父咽了咽口水，拼命给方德宝使眼色，但方德宝就跟没看见似的。既然他给你们了，那钱就是你们的，哪有让人还回去的道理？刚才他在电话里听说虎哥来家了，以为是自己不小心得罪了什么人，没想到竟然是方喜乐叫过来逼他还钱的。虎哥被方德宝不要脸的样子弄得一阵恼火，示意手下动手。手下大步上前，一脚踹上方德宝的膝窝，方德宝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虎哥，虎哥息怒呀！方父和方母心疼坏了，跪在地上不停磕头。看到这一幕，方德宝气急败坏地看向方喜乐：“姐，你就是这么对待亲人的吗？那可是你爸妈，他们上年纪了，你就让人这么虐待他们？”方喜乐原本还有点心疼这几个人，听到方德宝这么说，顿时委屈的不行。我虐待他们？方德宝，你摸着自己的良心问问，我真的虐待过他们吗？我每天起早贪黑，赚的每一分钱都往家里交。别的女孩有化妆品，有新衣服，我什么都没有，连生病都不舍得去医院，就盼着你能到大城市出人头地，带爸妈过上好日子。你呢？你珍惜了吗？你拿着我的钱到处挥霍，大学没毕业就被人劝退了，后来又到网上装灵媒招摇撞骗，还有我的腿，我说是送货的时候不小心摔断的。其实那天我看到肇事车辆的车牌号了，很眼熟，应该是来咱家讨债的那帮人。方德宝，我为这个家付出的已经够多了，为什么你就是看不到呢？我也是人，也是有感情的呀。方喜乐抹了把眼泪，看向方父方母，还有你们，你们不是说那些钱是方德宝跟我借的吗？为什么他什么都不知道呢？你们从小给我洗脑，说方德宝是男孩，长大要去外面闯荡，等他发达了，肯定不会亏待我这个姐姐。说实话，我从来没想过让他报答我，只想让他做一个心智健全的人罢了。但现在连这个愿望都破灭了。听着方喜乐字字泣血的控诉，虎哥的鼻子有点酸。他有3个儿子，一直想要个女儿，就想体验一把养小公主的感觉。这家倒好，有女儿都不知道珍惜，简直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虎哥，别跟他废话了吧，我看这小子也听不懂人话。手下揪着方德宝的衣领，抡起拳头就要揍。方德宝到了这会儿还以为虎哥是姐姐找来的，梗着脖子道：“姐，你怎么跟这些人混在一起了？你不能为了钱就六亲不认啊！”手下忍无可忍，一拳砸在方德宝脸上。方德宝顿时眼冒金星，直到这时他才反应过来，虎哥不是姐姐找来吓唬他的，而是来制裁他的。宝啊！看着宝贝儿子被揍，方母当场晕了过去。客厅里顿时乱作一团。方喜乐想叫救护车，却被南星叫住，不用叫救护车了，他是装的。方德宝被打服之后，颤抖着双手把欠条递给方喜乐。方父也拿出家里的银行卡，塞到方喜乐手里：“兰姐呀，是爸爸妈妈对不起你，这些钱你先花着，不够再找我们要。”方喜乐没说话，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谁知刚一出门，眼泪就掉了下来。“别哭，你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耳机里的南星提醒他。方喜乐回过神来，他擦干眼泪，
大师，他们说我的八字在祠堂旁边，应该是真的吧？是真的，那就好。方喜乐连着直播，马不停蹄赶到祠堂，通过南星的指引来到一棵树下，看到那块石头了吗？你的八字就在下面。方喜乐连忙弯腰搬石头，但因为腿脚不方便，半天也挪不动。就在这时，一个眉清目秀的男人走过来：“你好，需要帮忙吗？”方喜乐一愣，随后直起身子：“谢谢，麻烦了。”啊，这个小哥长得好帅，会不会是姐姐新的姻缘？看着温温柔柔的，比她男朋友强多了。男人搬开石头，有些好奇：“这下面有什么？”方喜乐不答，反问：“可以帮我到那边的小卖买一把铲子和一只打火机吗？”“当然可以。”不一会儿，男人去而复返，没等方喜乐接过铲子，就道：“你腿不方便，我来帮你挖吧。”天哪，姐姐都还没开口，他就主动帮忙了，好有绅士风度。男人蹲在地上挖了一会儿，很快便挖出一个瓶子，和男星说的一样，瓶子里面塞着一张黄纸。方喜乐砸开瓶子，拿出自己的八字，用打火机点燃，随着黄纸一点点燃尽。耳机里的男星道：“你已经按照我说的做完了，接下来你会找回自己的主见，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的人生也会重新回到自己手上。”方喜乐含着热泪点了点头，正要道谢，忽然听男人问：“方兰姐，你真的没认出我是谁吗？”方喜乐回头：“我是你的小学同学，陆凯，咱们还做过同桌呢。”听到男人的名字，方喜乐如梦初醒。陆凯，原来是你！久别重逢的两人都有些激动。方喜乐想起自己还挂着直播，连忙道：“大师，今天真的很谢谢你。既然问题解决了，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南星嗯了一声，在方喜乐挂断之前，快速说了一句：“好好把握。”大师，你说的把握是指什么？他们两个是不是有机会呀？啊，我果然没猜错。南星笑而不语，准备连线下一个人，谁知福袋还没发出去，电话便响了起来。南星接起电话，对面传来司环宇的哀嚎：“妹妹，救命啊！你二哥要凉了。”第54章，司环宇舌吻女神，出什么事了？电话里说不清楚，要不你先看看热搜吧。挂了电话，南星用平板看了眼热搜，果然发现司环宇的名字挂在上面，并且已经报了。只不过这次他的名字后面跟着的不是国民好哥哥之类的，而是谢薇、舌吻、咸猪手、石更了。南星，二哥玩得这么开吗？想到司环宇应该是很急才会主动找他，南星切回直播间，对着翘首以盼的粉丝道：“今天先播到这啊，这就结束了吗？大师，你才发了2个福袋，我连点气都开好了，就等着抢第3个福袋。我现在有点事，下次吧。”说完便关掉直播。南星用平板继续刷微博，在那些爆了的热搜里，有一条热度最高。南星点进去，看到是谢薇录制综艺的视频，女人一身摇曳红裙，皮肤白得反光，但她的周身却被黑红色的姻缘线缠绕，一层又一层，几乎密不透风。主持人，你刚才说司环宇在跟你拍吻戏的时候伸了舌头，这个是不被允许的吗？谢薇抿了抿唇，道：“我们一般都是借位的，而且那场戏男女主刚确立关系，不需要多激烈，所以他伸舌头的时候，我是真的被吓到了。然后呢，你没问他为什么这么做吗？”“问了，他说是情不自禁。”谢薇说着，露出一副十分嫌恶的表情。我不知道他是搪塞我还是怎样，总之那次之后，我跟他相处起来就有点不自在了。但是你们之前录节目的时候看起来关系很好啊，我们共同拍一部剧，算是同事，谁也不希望剧还没播就反目成仇，对他对我都没好处。但你现在还是爆料出来了。主持人的语气里带着一丝调侃。那是因为谢薇顿了顿，那是因为他后来又做了更过分的事啊，还有更过分的事，可以透露一下吗？之后我让剪辑师把这段剪掉。
主持人说完，剪辑师配了一个“我信你个鬼”的话外音。谢薇似乎也没打算隐瞒，坦言道：“后来我们又拍了几场对手戏，他都有对我动手动脚。其中有一场骑马的戏，他在马上的时候好像那个了，就一直顶我，让我很不舒服。那个是我们想的那个意思。”谢薇点点头，主持人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天哪，司环宇看上去不是那种人耶，怎么会这么饥渴？这我就不知道了。谢薇摆出一副受害者的姿态，脸上写满无辜。这个视频一发出来，司环宇和谢薇两个人立马冲上热搜。谢薇有不少粉丝，再加上她高冷小花的人设，吃瓜群众都不相信她会在这种事情上说谎。男星翻了下评论区，发现除了司环宇的粉丝，几乎没有人支持他。我是司环宇路人粉，但这件事我站谢薇，毕竟他们两人的新剧刚刚上映，谢薇没道理在这个节骨眼上自毁前程。楼上说出了我的心声，没有哪个女生不在乎自己的名声，何况司环宇背后又有私家助力，谢薇除非是疯了，才会拿自己的未来开玩笑。呜呜，我的微微，好心疼，司环宇那玩意儿不要就剁了吧，不要拿来玷污我们的女神。你们不要听风就是雨呀，环宇哥哥才不会做这种事呢。我粉了他3年，很了解他的为人。麻烦司环宇的粉丝原地去世，你们是司环宇肚子里的蛔虫，还是他床底下的摄像头？好意思说了解他？明星都是有人设的好吗？姐姐的工作室发声明了，说是会追究司环宇的法律责任。司环宇快进去踩缝纫机吧，不知道他和那个某某会不会成为室友。救命！消失的玫瑰真的很好看，司环宇要是真进去，这部剧也会下架吧？看着网友们对司环宇的诋毁，男星微微皱眉。虽然他和二哥相处的时间不长，但从八字来看，司环宇应该是个很单纯的人，不会有那些花花肠子。谢薇这一波操作，明显是要把他拉下泥潭。难道是因为他之前叮嘱司环宇不要离谢薇太近，导致两人之间出了嫌隙？正想着，司环宇的电话又打过来：“怎么样，妹妹？看完热搜了吗？”“看完了。”“看完有什么感想？”男星想了想，道：“你太惨了。”司环宇沉默了几秒，紧接着呜咽道：“是啊是啊，我太惨了，被一个坏女人无情陷害。妹妹，你一定要帮帮我呀！”男星嘴角一抽：“怎么帮？你之前不是用了什么办法，就让司浩说真话了吗？我在想，你能不能也让谢薇说真话？我实在受不了他在那里编故事了，什么吻戏伸舌头，起码起反应，他又不是种马，怎么可能随时随地发情？”谁知下一秒，他说的就是真话。男星语气平静，殊不知短短几个字，让电话那头的司环宇彻底裂开了。“妹妹，你什么意思啊？难道你也相信他说的？真话和真相是两码事。”男星道：“我能让司浩说真话，是因为他知道我没有偷大哥的玉佩，但谢薇不一样，他认为你就是舌吻了他，就是在骑马的时候……等等。”司环宇有点听不懂了：“我都没做过那些事，他还认为我做了，那不就是妄想症吗？可以这么理解，合着谢薇是得精神病了？看着也不像啊。我之前是不是告诉过你，谢薇给人下情将失败了，她的身上被煞气缠绕？”“是，我记得，刚才我看了她的视频，发现她身上的煞气更重了。我猜她胡言乱语，就是因为被煞气影响了心智。被煞气影响心智的人会做出很多反常的事，但因为谢薇接触的是姻缘煞，所以会在男女之事上出现妄想。恰好司环宇这段时间对他故意疏远，让他感到不满，于是将司环宇当成了宣泄口。男星也是刚刚才想到这一点，那怎么办？司环宇无语了，他给人下情将失败，扭过头来害我，我倒成了最大受害者。男星想了想，道：“就算我给他解了身上的煞气，他也不可能站出来帮你澄清，这相当于打了他自己的脸。不过，我们可以找到那个他喜欢的人。”被姻缘煞影响心智的人，一旦看到做法失败的对象，就会陷入癫狂。
只要将他神志不清的事暴露在媒体前面，也就变相证明了你的清白。司环宇觉得南星说的很有道理，但问题是，谢薇从来没在公开场合提过喜欢的对象，咱们上哪去找？第55章，二哥是被人唆使了。我需要一件谢薇的贴身饰品，比如手链、耳环、戒指什么的。南星道：“你拿到以后，让人给我送过来，尽量赶在谢薇开发布会之前。”刚才他在刷微博的时候，看到谢薇的粉丝说，谢薇打算开发布会控诉司环宇，如果能赶在发布会之前拿到东西，他就可以试着感应出谢薇喜欢的人是谁，再将那个人叫到发布会现场。司环宇虽然不知道南星要谢薇的饰品做什么，但妹妹是玄学大佬这件事已经牢牢印刻在他的脑子里，因此他没追问原因，便果断应下，挂了电话。司环宇叫来经纪人杜若，想办法把谢薇随身佩戴的首饰弄过来一件。我要用。杜若，干嘛用那种眼神看我？司环宇摸了摸自己的脸，我脸上有东西吗？杜若摇了摇头，忍不住问：“你要他的东西做什么？”我也不知道。司环宇耸耸肩：“我妹妹要的，应该是做法用的吧？”听到“做法”2个字，杜若心里咯噔一下，连忙道：“环宇呀，我知道你被谢薇摆了一道，心情不好，但咱们也尽量别碰那些歪门邪道的事。”歪门邪道？司环宇皱眉：“杜姐，你说什么呢？你说的做法，不就是诅咒他吗？我在电影里看过，倒是拿着对方的东西念一段咒，那个人就不得好死了。”司环宇：“怎么了？你不是要这么做吗？”见杜若误会很深，司环宇只得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他，末了还补上一句：“放心吧，杜姐，我妹妹很善良的，不会做那种扎小人的事。”杜若闻言松了口气，但心情还是有点复杂。半晌，他迟疑地问：“你妹妹说的那个计划真的靠谱吗？谢薇的团队几天后就要召开发布会，如果他们的计划失败了，局面就会变得非常被动。现在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司环宇靠在沙发上，手肘抵住沙发背，轻轻按了按太阳穴。谢薇为了搞臭我的名声，连正在播的剧都不管了，他的团队也不制止。如果不按南星说的做，咱们还能有其他办法吗？杜若仔细想了想，确实没有。片场又不是24小时有机器跟拍，谢薇说的那些事根本没人能证明真假，何况娱乐圈又不是法庭，还能主张一个疑罪从无？在这个男女对立的时代，光是那些水军的唾沫就能把司环宇喷死了。杜若想不到其他办法，只好吩咐下面的人去弄谢薇的首饰。接到这个任务的小助理欲哭无泪：“杜姐，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谢薇现在都恨死环宇哥了，我过去找他要东西，他不弄死我才怪，谁让你跟他要了？”杜若把小助理拽到身边，压低声音：“我看了他的行程，他明天要去参加时装秀，到时候肯定会佩戴品牌方的首饰，我给你弄张入场券，你混进后台，明白了吗？”“明白了。”交代完小助理，杜若又坐在电脑前面苦苦思考起 Plan B。 虽然司环宇对他那个堂妹非常信任，但从他的角度来看，小丫头毕竟太年轻了，说的那些话也未必可信。他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与此同时，司家司长海正在陪老人喝茶，看到司环宇咸猪手的热搜弹出来，差点被呛晕过去。“哎呦，阿海，你这是怎么了呢？”老夫人手忙脚乱地抽了几张纸巾递给司长海：“多大个人了，喝茶还能被呛着？”司长海胡乱擦了擦茶水，定睛去看新闻。这一看不要紧，高血压差点飙上来。这臭小子！司长海倏然起身，在老夫人错愕的目光中掏出手机，打给司环宇：“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连续打了几通电话都没人接，司长海忍无可忍，准备亲自去找司环宇兴师问罪。谁知没走多远，就撞上了司妍。“大伯！”司妍跟司长海打招呼。
司长海嗯了一声，脚步却并未停下。司言心思一动，叫住他：“大伯，你是要去找二哥吗？”司长海停下脚步，转身看向司言：“你也看见新闻了？”司言点点头，走到司长海身边，温声道：“我不相信二哥会做那样的事。”司长海皱了皱眉：“我倒希望是人家冤枉他了。但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他要是真的什么都没干，人家至于这么污蔑他？说不定就是污蔑呢。”司言挑眉：“我听说二哥最近和那个叫谢薇的女人闹得有点不愉快，他俩原本是合作关系，但不知道二哥听了谁的唆使，觉得谢薇八字不好，会影响他的运势，于是处处避着谢薇，导致人家不高兴了。”司长海闻言有些惊讶，他倒是没想到这中间还有这么多弯弯绕绕的事。只是司言口中那个唆使司环宇的人，他身边懂八字的不就只有南星一个人吗？见司长海表情微变，司言勾了勾唇，继续道：“大伯，你也别太着急，我跟富二太太关系不错，她人脉广，认识好多娱乐圈里的人。到时候我让她把谢薇约出来，我跟她好好聊一聊，问题肯定会解决的。”第56章，傅青燕遇到危险。司长海没想到司言这么热心，不免有些感动。他拍了拍司言的肩膀，道：“言言，你的好意大伯心领了，但这是环宇自己捅的篓子，还是让他自己处理吧。司环宇混娱乐圈这事，他一直持反对意见。毕竟对有钱人家的孩子来说，在娱乐圈工作并不体面。但司环宇性子直，脾气又倔得跟头驴似的，司长海拗不过，便随他去了。大伯，您跟我客气什么？咱们都是一家人，二哥的事就是我的事。司言装出一副体贴的模样，可把司长海感动坏了。想到网上那些人对司环宇的口诛笔伐，他心里也不舒服，于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念头问：“言言，你真的能帮到环宇吗？不试试怎么知道呢？”司言不假思索，却也不忘给自己留余地。虽然过程可能有点麻烦，但这毕竟是关二哥的前途，我肯定会尽全力的。听到司言这么说，司长海忍不住对司言产生改观。这丫头平时虽然跋扈了些，关键时刻却没掉链子，倒是南星。司长海皱了皱眉，如果真像司言说的，司环宇是听信了南星的话，才疏远了谢薇，导致发生了后面一连串的事，那南星在这中间确实起到了催化的作用。第二天，小助理拿到谢薇的手链，马不停蹄送往傅家。小助理赶到的时候，南星刚好雕完司环宇的玉佩，他将玉佩放到一个丝绒布袋里，对小助理说：“麻烦把这个交给司环宇，让他带在身上。”小助理接过布袋，也不敢看里面是什么，连连点头，又将谢薇的手链递过去：“这是谢薇的手链，南星小姐，你看看这个可以吗？”南星只看了一眼，便点头道：“可以。”手链因为被谢薇长期佩戴，已经染上煞气，相当于打上了谢薇本人的标签。好的，好的，那我就先走了。有什么事您直接联系环宇哥就行。小助理离开后，南星拿着往回走，不远处来找庄韵然的司言脚步一顿，目光顺势落在南星拿着的那条手链上，脸色顿时变得十分难看。那条手链他有印象，是骑士旗下的 ZK 珠宝公司生产的。当初发布会的时候，他还和朋友去看了，一眼就看上了那条名为“永恒之爱”的蓝宝石手链，但因为是限量款，没抢到，所以这条手链怎么会在南星手上？是齐玉堂送给他的吗？司言眸色微凛，手指狠狠握紧。一个道观来的村姑，估计连 ZK 这个牌子都没听说过，齐玉堂送他这个，真是糟蹋了好东西。南星回到房间，将手链放在桌子上，调动了一下体内灵力，随后将手放在手链上，闭眼感应。很快，他的眼前浮现出一些零零散散的画面，都是谢薇的生活琐事，有在片场拍戏的，有和男明星走红毯的，还有和助理发生口角的。
南星掠过那些无关紧要的画面，仔细寻找和感情相关的片段。忽然，他的注意力落在一个人身上。南星眼睫微颤，怎么会是他？画面中，一身深灰色西装的男人向谢薇走来，将放着这条手链的盒子递给她。谢小姐，听说你拿到了今年的最佳女演员奖，恭喜你！男人的声音温柔清冽，是南星再熟悉不过的。谢薇接过手链，心如擂鼓。南星能感觉到，谢薇对男人的喜欢已经超越一见钟情，接近偏执。谢谢，我会继续努力的。谢薇勾了勾唇，表情波澜不惊。如果只看表面，根本看不出她对男人有多喜欢。可见谢薇也是个闷骚的，习惯把情绪都藏在心里。南星集中注意力，正准备继续往下看，一股强烈的恐惧忽然涌上心头。他皱了皱眉，玄修多年，他早已练就心如止水的本领，除非是共感到某些人的情绪，否则不会有太大波澜。很明显，他刚刚感受到的恐惧不属于谢薇，而是另一个人思及此。南星几乎没有任何停顿，抓起布包冲出房间。三少夫人，您这是去哪呀？管家看南星行色匆匆地下楼，直觉出了什么事。南星没回答，越过管家快步离开。管家嘴角一抽，他叫他一声三少夫人，是看在他救了傅三少的面子上。这丫头倒好，蹬鼻子上脸，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南星到街边拦了辆车，直奔傅氏集团。路上，他掐诀卜算了一下，几乎可以确定，那份恐惧的源头就是傅青燕。和傅青燕气运相连之后，他发现除了气运之外，他们之间还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联。比如傅青燕可以像他一样看到乌云，再比如傅青燕情绪激动的时候，他也会有所感应。而他既然感受到了傅青燕的恐惧，就说明男人很有可能正面临危险。想着，南星赶紧给傅青燕和江岑打去电话，结果两人的手机都提示无法接通。不多时，车子停在傅氏集团楼下。南星步履匆匆地走进大楼，准备坐电梯时，看到直达顶层的电梯上贴着正在维修中的告示，无奈之下，只好坐旁边的员工梯，再爬上顶层。等到他气喘吁吁地推开总裁办公室的门，以为自己会看到什么可怕的情形时，入目的竟然是西装革履的男人坐在沙发上，嘴里含着棒棒糖的场景。傅青燕，南星。傅青燕没想到南星会忽然跑过来，鼓着腮帮子和他对视了2秒，直到旁边的江岑轻轻咳了一声，才堪堪回过神来，手忙脚乱地将棒棒糖从嘴里拔出来，往烟灰缸里一扔。江岑，你怎么来了？傅青燕恢复到严肃冷峻的表情，耳垂却还红着。南星欲言又止，忽然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他要说是因为担心他才来的吗？听上去会不会有点虚伪？傅青燕看出南星的犹豫，薄唇抿了抿。你要是觉得江岑在这碍事，我可以让他出去。不用。南星顿了顿，随便找了个理由。我就是路过这里，想给你打电话问问你几点下班，要不要一起吃晚饭？没打通，就上来看看。第57章，南星小姐是真心实意的。傅青燕微怔，目光落在南星那张微微泛红的小脸上。女孩因为跑得太急，气息还有点不稳，胸口一起一伏，头发也有些凌乱。这哪里是恰好路过顺便上来看看的样子，分明就是着急忙慌跑上来的吧。傅青燕正在为识破南星的谎言而自嘲，就听江岑道：“是电梯坏了，我和傅总被困在电梯里，手机没信号。您可能是在那个时候打过来的，被困在电梯里，想到电梯上正在维修中的告示。”南星眉梢微挑，似乎明白了什么。你们被困在里面多久？大约20分钟，那就对得上了。从他感觉到恐惧，出门打车，到这里跟他们说话，刚好过去半小时左右。你问这个做什么？傅青燕微微皱眉，余光扫过烟灰缸里的棒棒糖，实在觉得碍眼。
默默扔进垃圾桶。南星没有回答，而是问傅青燕：“你是不是有幽闭恐惧症？”话一出口，空气瞬间陷入死寂。江岑做了个吞咽的动作，背上冒出一层冷汗。幽闭恐惧症是傅总的秘密，更是禁忌。南星竟然就这么直白地问出来了。这边江岑还没想好怎么圆场，那边傅青燕已经冷冷开口：“谁告诉你的？没有这回事。”男人说这话时，目光有些闪躲。南星一眼就看出他在说谎，轻轻叹了口气，走到他面前：“幽闭恐惧症没什么丢人的，我给你画张符，你以后就不会害怕了。”不需要。傅青燕语气强硬，眼神却始终不敢与他对视。他患有幽闭恐惧症的事，除了江岑之外，没人知道。10岁那年，他在山上遇到一只2米高的黑熊，被追到一个漆黑狭窄的洞穴里，幸亏一个女孩及时出现，将黑熊赶跑，他才侥幸存活下来。自那之后，他就对狭窄幽暗的地方充满恐惧，总觉得黑暗之中有野兽对着他露出森森獠牙。他试过吃药、看心理医生都没用，就连前几年做梦，还会梦到黑熊使劲往洞里伸爪子挠他的场景。傅青燕一直被这件事困扰，一方面她认为男人不该这么懦弱，另一方面也是怕外面那些人抓住她的弱点加以利用。可现在，她名义上的未婚妻竟然精准抓住她的痛处，还美其名曰没什么丢人的。江岑嗅到弥漫在空气中的危险气息，连忙道：“南星小姐，您可能是误会傅总了。”他其实话没说完，南星已经自顾自从布包里抽出一张符纸，以指尖作笔，隔空在上面画出符文。看着金光在南星指尖乍然闪现，傅青燕微怔，眼底闪过一丝惊艳。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南星动用灵力，但此情此景还是让他的呼吸微微停滞。南星自顾自画完一张静心符，对傅青燕道：“你先把这个带在身上，以防万一，等你的护身玉佩雕好，就可以带那个，方便一些。”护身玉佩，男人眸光微闪，有些意外。之前他深夜回家，总能听到南星房间里传来机器雕刻的声音，原来是在给他雕玉佩吗？江岑见缝插针：“傅总，您看南星小姐多关心您，还给您亲手雕玉佩呢。据我所知，玉佩是很难雕的，也没多难。”南星一盆冷水浇到江岑头上：“而且我也不是关心他，我只是怕他再被脏东西盯上，变得像之前那样半死不活。傅青燕，他毕竟是我的未婚夫，结婚之后就是我的丈夫，万一他成了植物人，我还得伺候他。”傅青燕说得很好，但还是别说了。傅青燕心里的那点动容，在南星解释完理由之后荡然无存。他黑着脸道：“还有别的事吗？没有就回去吧。”南星看一眼逐渐黑下来的天色：“你不下班吗？我下不下班跟你有什么关系？”男人表情不悦，耳边还回荡着万一他变成植物人还得伺候他的冷漠言论。明明说好是协议婚姻，各取所需，但听到他这么说，他的心里还是怪怪的。这种感觉就像是你被迫捡了一只流浪猫回家，结果流浪猫因为嫌弃罐头不好吃而无情地赏了你一记白眼。我想跟你一起回去。南星往沙发上一坐，不然还得打车，浪费钱。傅青燕，江岑看看南星，又看看傅青燕，很快他就悟了。南星不缺钱，之所以这么说，肯定是因为在乎傅总，想增加和傅总单独相处的机会。还有玉佩，肯定也是他精心给傅总雕的，怕傅总觉得她是个心机女，才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真是用情至深啊。你继续忙吧，我不打扰你，下班记得叫我。南星说完，便掏出朱砂笔和符纸画了起来，边画边感慨：傅氏集团这块风水宝真的很适合玄修，不管是画符还是打坐，都能事半功倍。见南星自顾自忙起来，傅青燕欲言又止，到底还是把劝他回家的话咽了回去。说到底，
南星是他的救命恩人，对待救命恩人总该宽容一些。自我攻略完的傅青燕做了个深呼吸，对着江岑道：“你也去忙吧，这里没什么事了。”江岑点点头，离开办公室。傅青燕坐到办公桌前面，视线越过电脑屏幕，落在南星纤细挺拔的身姿上，心头莫名掀起一丝涟漪。与此同时，江岑的信息发过来：“傅总，我觉得南星小姐对您是真心实意的，只是有点好面子，您一定要珍惜呀。”傅青燕微微抿唇，再次看向专心画符的南星，回想起每晚房间里响起的微弱嗡鸣声，和他赶来时气喘吁吁的样子，目光竟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柔和了许多。但很快，傅青燕便回过神来，她到底在想什么？一个为了三少夫人的地位嫁给他，一口一个互不打扰的女人，能有什么真心？想着，傅青燕果断回复江岑：“需要我帮你预约眼科医生吗？”第58章，手链不翼而飞。天色彻底暗下来之后，傅青燕终于忙完手上的工作，再抬头见南星靠在沙发上睡着了。女孩倚在那里，身形单薄消瘦，纤长睫毛在灯光的折射下投出一片淡淡的阴影。傅青燕起身走到南星身边，碰了碰他的肩膀：“醒了。”南星睁开双眼，见窗外已是灯火通明，迷迷糊糊问：“下班了？”“嗯。”傅青燕应了一声，赶紧起来。江岑在下面等着了。南星打了个哈欠，从沙发上坐起来，大概是这里的风水太好，他一个没控制住画了几十张符，结果灵力消耗太多，就睡过去了。傅青燕随手关了办公室的灯，两人一前一后走出办公室，乘电梯来到地下车库。江岑将车开到两人面前，南星自觉绕到另一边，坐到傅青燕身边。忙了一天的傅青燕也有点累了，靠在那里闭目养神。南星趁机往傅青燕身边挪了挪，感受着男人身上的气运源源不断渡向自己。虽然师傅告诉过他，玄门后人应当凭借自己的本事提醒修为，但他觉得偶尔偷点懒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前面开车的江岑透过后视镜捕捉到南星的小动作，更加确定此前的猜想。三少夫人平时看上去冷冷的，嘴还有点毒，但对傅总的爱一定是真的。回到家，南星准备把谢薇的手链收起来，结果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手链在哪。夏嫂，你看到放在这里的手链了吗？南星问家里的佣人。夏嫂摇头，我刚才在厨房，没进过您的房间。南星皱了皱眉，那就奇怪了。他出门的时候手链还放在桌上，除非是有人拿走，否则不可能消失。三少夫人，是您的手链丢了吗？用不用我帮您找找？不用了。南星道，可能是我自己收起来了，您去忙吧。待夏嫂离开，南星抽出一张寻物符，将手链残留的煞气牵引上去，掐诀念咒，不消片刻，符纸像长了翅膀一样，嗖地飞出窗外。南星，看来手链已经不在傅家了。看着飞远的符纸，乌云人立而起，两只小爪子扒在玻璃上，眼睛瞪得又大又圆。南星挠了挠他的脑袋，问：下午是不是有一个留着黑色长发、眼角有一颗痣的女孩进过这个房间？喵。乌云点头。南星微微勾唇，他就知道手链不可能是傅家佣人偷走的，只是没想到偷手链的人竟然是思妍。虽然不清楚他偷那条手链的目的是什么，但沾染了煞气的手链一定会给他带来不幸就对了。发布会前一天，庄韵然带着思妍来到傅氏旗下的古韵茶庄。这家茶庄不对外开放，平时都是用来接待一些贵客。庄韵然通过太太圈的人脉把谢薇约到这里，想着下午也没什么事干，干脆和思妍一起凑热闹。韵然姐，这次多亏你了，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联系上她呢。思妍巧笑嫣然地跟在庄韵然身边，态度十分客气。她和庄韵然的关系还不错，之前傅思两家订婚，庄韵然在中间出了不少力，只是后来她变卦，
不好意思再去傅家，和庄韵然的联系就少了。跟我客气什么？庄韵然笑了笑，咱俩可是差一点就成一家人了呢。哎呀，韵然姐，还提这事做什么？思妍有点不好意思。其实傅三少的事我也挺后悔的，但当时他病得那么重，大家都说他活不了几个月了，我太害怕，就好了好了，不用跟我解释这些。庄韵然安慰思妍，人家都说结婚是女人第二次投胎，我觉得这话挺对的。你看我嫁给郑阳之后，每天不用上班，也不用带孩子，这都是因为我选对了人。阿燕之前病成那样，别说是你了，换作是我也不愿意嫁给他，这都是人之常情，没什么好自责的。思妍睁大双眼，韵然姐，你真的这么想吗？当然啊，庄韵然挑眉，再说我要觉得你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人，还会帮你这个忙吗？两人很快走进茶庄，与此同时，南星也走了进来。谢薇和他的经纪人已经在里面等了。傅二太太、司小姐，你们好。谢薇今天一身低调的黑色长裙，看到两人，客气地跟他们打招呼。虽然她在娱乐圈里是高不可攀的女神，但放在豪门里，还是跟人家差了一个阶层。谢小姐不用客气，请坐吧。庄韵然端出一副主人的姿态，让服务生上一壶最贵的黄金芽。旁边，谢薇的经纪人默默观察着三人脸上的表情。他很清楚思妍约谢薇见面的目的，也很担心这件事若是思家和傅家双双下场，谢薇的星途会不会就要到此为止了？谢小姐是大明星，时间宝贵，我也就不兜圈子了。庄韵然直奔主题。最近谢小姐和司环宇的事闹得沸沸扬扬，我也有所耳闻，但以我对司环宇的了解，感觉他不是那样的人。我今天请你过来是想问问，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谢薇闻言皱了皱眉，傅二太太，我知道您和司小姐是朋友，司小姐又是司环宇的表妹，你们于情于理都应该站在司环宇那边。但我们虽然立场不同，却都是女人。我16岁进娱乐圈，至今已经有10年了。这10年来，什么冬天跳冰壶，夏天穿棉袄，生理期拍马戏，只要是你们能想到的苦，我都吃过。但不管再怎么苦，我都告诉自己，做人的底线不能丢，不能放任自己沦为男权手中的牺牲品。之前在综艺上曝光那些事，我承认有冲动的成分在，但那也是因为司环宇触碰到了我的底线。谢薇低着头，两只手紧紧攥在一起。他对我做那些事，说白了就是仗着有司家撑腰。他知道，不管他做的多么过分，只要司家出面都能摆平。眼看谢薇越说越过分，经纪人赶紧在桌子下面拽了拽他的衣角，而后道：“傅二太太，司小姐，我可以证明薇薇说的都是真的。第59章，谁才是最值得疼爱的妹妹？我们公司从一开始就很看好《消失的玫瑰》这部剧。开拍之前还和投资方签订了对赌协议，现在因为这件事，我们要赔很多钱进去。如果仅仅是因为一点小误会，薇薇不至于赔上自己的事业。其实他们一开始也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但看到谢薇态度那么坚决，宁愿1年白干也要站出来曝光司环宇，怀疑便烟消云散。那你们的意思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庄韵然微微挑眉，拎起茶壶给谢薇倒了杯茶。谢薇仍然低着头，没说话。商量还是可以商量的。经纪人连忙打圆场，只是薇薇本来就是受害者，最近状态又不太好，你们现在让她出面澄清，恐怕倒也不用那么着急。思妍道，只是明天的发布会，还是希望你们取消掉，不要再让这件事造成更大的影响了。谢薇闻言，手攥得更紧了，她都已经准备好明天在发布会上狠狠曝光司环宇，难道就这么算了吗？薇薇，你就听司小姐的吧。经纪人使劲给谢薇使眼色，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眼下司家和傅家都找上门了，他们要是再坚持下去，只会闹得鱼死网破。
谢薇皱了皱眉，正犹豫不定时，思妍抬手撩了下头发，腕上的手链不经意间晃动，在光线的折射下发出璀璨光芒。谢薇一愣，待她看清手链的样子，表情瞬间凝固。这条手链不是她的吗？谢薇以为自己看错了，猛地起身绕到思妍身边，抓起她的手腕。哎，你干什么？思妍一惊，谢薇表情严肃，仔细检查，她记得自己那条手链上面有一道细细的、肉眼几乎看不见的划痕，是她之前不小心蹭到的。而这条手链上也有一道划痕，和她丢的那条一模一样。眼看着谢薇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思妍奇怪地问：“谢小姐，到底怎么了？”谢薇深吸一口气，攥紧她的手腕，颤声问：“这是哪来的？”“当然是买的。”思妍脱口而出，眼底却闪过一丝心虚。那天她路过南星的房间，发现房门半敞，这条手链就放在桌上。想到手链是齐玉堂送的，思妍愈发烦躁，打算偷偷拿走，扔到花园的池塘里。但很快她又反悔了，毕竟这条手链价值不菲，扔了可惜。于是她决定占为己有。如果南星问起来，就说是买了同款，在哪里买的？谢薇紧追不舍。思妍顿了顿，意识到谢薇在逼问她，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谢小姐，你什么意思？我的手链在哪买的很重要吗？你一直问这个干什么？谢薇根本没听思妍在说什么，眼睛一眨不眨盯着手链，手指不断捏紧，再捏紧。你说这是你买的？你敢发誓这条手链真是你买的吗？谢薇的反应过于激烈，不只是思妍，连经纪人都吓了一跳。薇薇，你干什么？快放手！谢薇充耳不闻，指尖狠狠掐进思妍的皮肤，口中喃喃道：“你说谎，这条手链不可能是你买的，你说谎啊！你弄疼我了！”思妍一声尖叫，几乎是本能地拿起桌上的茶杯，朝谢薇泼了过去。谢薇被泼了一脸茶水，仍然没松手，硬生生把手链从思妍的手腕上拽了下来。突如其来的变故导致双方都愣在原地。几秒后，谢薇冷着脸，一字一句：“明天的发布会不会取消？我要让司环宇身败名裂。”说完，拎着包大步离开。经纪人说了几句对不起，赶紧追了出去。思妍不明白谢薇为什么忽然发疯，揉着隐隐作痛的手腕骂道：“他神经病吧？我招他惹他了？忽然发疯？”庄韵然耸耸肩，表示他也不懂。我看他就是精神有问题，应该去精神病院看看。见思妍在气头上，庄韵然安慰了几句，又拿来点酒，一边帮他消毒手腕上的伤，一边问：“明天他要是真开发布会曝光你二哥，你不就白忙活了？发布会是他说开就能开的。”思妍冷哼，眼底闪过一丝阴冷。我过来好声好气跟他谈条件，是给他面子，不是真的拿他没办法。他以为今天见一面就能把事情谈妥，谁知道谢薇是个脑子有问题的。话是这么说，但你也别太冲动。你二哥不是一向很抵触詹思家的光吗？你要是把动静闹太大，保不齐他还会埋怨你。二哥才不会呢，他对我还是挺好的。要不是那个村姑回来把他的注意力吸引过去。思妍顿了顿，烦躁地摆摆手：“算了，不提他了。这次他说什么都要帮司环宇把谢薇的事摆平，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毕竟只有这样，司环宇才会明白他最值得疼爱的妹妹到底是谁。”观澜别墅，南星将孟听兰的灵体实体化，让他和霍九九见了一面。虽然时间还是无法延长，但霍九九已经很满足了。南星，谢谢你哦，要是没有你，我永远都不可能再见到妈妈。霍九九吸了吸鼻子，眼圈还是红的。南星抽了张纸巾帮霍九九擦掉眼泪，问：“你就打算住在这里了？”霍九九使劲点头。即使看不到他，霍九九继续使劲点头。看着他这么诚恳的样子，南星有点心疼，想了想，道：“你这几天要是不出远门，我可以帮你开一个短时的天眼，
只要你在这栋别墅的范围里，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虽然开天眼会让三魂七魄中的其中一魄进入阴间，但孟听兰的灵体纯粹，对霍九九没有恶意，只有爱意。再加上他在别墅外面开了阵法，其他邪祟也不会擅自闯进来。真的可以吗？霍九九喜出望外。可以，但你必须答应我，不能到外面乱跑，不然很容易被其他灵体盯上。好，我答应你。霍九九不假思索，他才不想去外面乱跑，只要能见到母亲，他愿意永远做一个宅女。第60章废弃厂房。南星伸手附在霍九九眼睛上，随着一股暖流注入，霍九九感觉双眼发烫，再睁开眼，看到孟听兰就站在身边。妈妈，霍九九扑到孟听兰怀里。孟听兰温柔地抚摸着霍九九的长发，眼底的爱意清晰可见。妈妈，我这几天就住在这里了，南星给我开了天眼，以后我每天都能看到您。孟听兰刚才已经听到南星说的，捏了捏霍九九的小脸。你呀，还是这么任性。怎么是我任性呢？明明是南星说可以的。孟听兰笑着叹了口气，又看向南星。南星，真的很谢谢你。这没什么。南星弯了弯唇，心底却泛起一丝淡淡的苦涩。如果他的母亲没有转世投胎，或许他们也有机会像这样再见一面。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嗡！忽然，南星的手机震了起来，来电显示是司环宇。他接通电话，还没来得及开口，就听司环宇道：“妹妹，出大事了，谢薇失踪了。”南星皱眉，失踪。司环宇赶紧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他。原来谢薇的经纪人从中午就联系不上她了，电话打不通，去她家也没找到人。后来他们又去了好几个谢薇可能会去的场所，也都无功而返。经纪人一下子就慌了。这段时间谢薇的心情不好，前几天还因为丢了心爱的手链大发雷霆。今天思妍送了他那条一模一样的手链之后，他就变得不太对劲。从茶庄离开后，他没有跟着经纪人的车回公司，而是请假回了家。经纪人原本以为他只是想自己静一静，结果这一静不要紧，人直接消失了。南星，谢薇的经纪人没去查一下他小区的监控，查了，但物业说小区下午停过一次电，谢薇就是在停电的那段时间消失的。司环宇的语气里透着一股烦躁。他的经纪人刚才来找我，话里话外的意思都是我把谢薇藏起来了。不是我说，现在好歹是法治社会，非法拘禁可是要坐牢的。我吃饱了撑得跟法律叫板。听到司环宇这么说，南星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司环宇性骚扰谢薇的事正处在风口浪尖，谢薇在这个节骨眼上失踪，吃瓜群众肯定会把矛头指向司环宇，到时候咸猪手什么的都是小事了。万一给司环宇扣上一个非法拘禁的帽子，那麻烦就大了。正想着，司环宇的电话被杜若抢过去。大师妹妹，你不是会玄学吗？是不是能占卜出谢薇在哪？可以，太好了。杜若如释重负。现在媒体上已经开始散播环宇绑架谢薇的消息，要是他不能出席明天的发布会，又不现身，谣言肯定会越传越凶。放心，我会找到他的。南星挂了电话，掐指算了一下，眉头瞬间皱紧。南星，出什么事了？霍九九看出南星脸色不对，担心地问：“我得出去一趟，现在吗？用不用我陪你一起呀？你刚开了天眼，最好别出门。”南星说完，在霍九九担忧的目光中匆匆离开别墅。路边，南星伸手拦了辆车，随后抽出一张追踪符，在上面注入谢薇身上残留的煞气，抛向窗外，跟上前面的符纸。啊！司机愣了一下，没明白什么意思。南星指着前方漂浮在空气中的符纸：“那个东西，看到了吗？”司机点头：“看到了。”跟上他。司机长这么大，从没见过会飞的纸。他使劲揉了揉眼睛，生怕看错了。下一秒，符纸向前方飞去。
司机几乎是本能地踩下油门，追了上去。车子一路向远郊开，除了南星和司机之外，并没有人注意到空气中飞着一张可以引路的符纸。不知过了多久，符纸停在一座废弃厂房前面，司机一脚刹车停下。南星火速付了车钱，开门下车，正要往厂房里走，一辆黑色轿车堪堪停在他身侧。车门打开，司环宇和杜若走了下来。二哥，你怎么来了？我担心你一个人不安全，就跟过来看看。司环宇清楚南星独来独往的性格，一旦掐算出谢薇的位置，肯定会自己过去找。于是他让警察局的朋友定位了一下南星的手机，跟到这里，谢薇是在这里面吗？杜若看着眼前黑漆漆的厂房，心里有点发毛。此时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这座废弃厂房周围没有其他建筑物，远远看过去就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在暗处静静窥视着他们，等待他们的靠近。南星对着仍然飘在空中的符纸做了个收的动作，冷声道：“应该是在里面，那我们赶紧进去找吧。”杜若说着就要往里走，杜女士留步，南星叫住她。杜若回头：“怎么了吗？这里面有不好的东西，我一个人进去就行。”听到南星这么说，杜若瞬间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她咽了咽口水：“不好的东西是指就是你想的那样。”南星没解释太多，迈步走向厂房。就这么让他一个人进去吗？看着南星远去的背影，杜若有点担心。他倒是不怕里面真有什么妖魔鬼怪，毕竟南星是个道士，斩妖除魔应该不在话下。但如果里面有绑架谢薇的人，南星一个小姑娘，很容易出危险，当然不能让她一个人了。司环宇脱下外套扔到杜若手上：“我去保护她。”说完便追着南星进了厂房。厂房里一片漆黑，南星用灵力点燃一张照明符，打向空中，以它为圆心，半径1米内的距离瞬间亮了起来。与此同时，他也看清了这座厂房的结构。厂房一共有5层，每一层都堆放着乱七八糟的建筑材料。南星能感觉到这里的阴气很重，大概是因为长时间没有活人走动，外面那些游魂都聚集到了这里。谢薇本就被煞气缠身，待在这种地方无异于雪上加霜。刚刚他在别墅掐算了一下，感觉到谢薇身上已经产生死结，若是不加干涉，很可能死在今晚。第61章，挡掉他的死结。南星，很快司环宇便追了上来，看到空中飘着的照明符纸，司环宇眼前一亮，这又是什么高科技？妹妹，你真是让二哥刮目相看呐！南星一愣：“二哥，我不是让你们在外面等吗？我怕你一个人不安全。”司环宇说着，掏出脖子上的玉佩：“我带着你送的玉佩呢，应该不会有事吧？”“不一定，邪祟也分3、6、9等。虽然他送给司环宇的玉佩能抵挡大部分邪祟，但如果是给傅青燕下死咒的那种，就很难说了。”“不一定。”司环宇表情一凝，但很快又扬起笑容：“没事，二哥不怕，不就是鬼吗？二哥最不怕的就是鬼了。”话音刚落，司环宇便感觉一股阴风从背后吹了过来，他打了个哆嗦，赶紧往南星身边挪了2步。“你明明就很怕。”南星无情揭穿司环宇的谎言。“司环宇，他怕的有那么明显吗？”南星叹了口气，对着追踪符掐了个诀，道：“跟上他。”追踪符带着2人一路向上，来到一扇紧闭的房间门口。南星伸手推了推，是锁死的。“后退，我来把门踹开。”司环宇微微眯眸，向后退了2步，用力踹向房门。砰的一声，门锁断裂，待房门敞开，被绳子五花大绑的谢薇出现在2人眼前。谢薇已经昏迷了，长发乱糟糟的粘在脸上，嘴巴上贴着黑色胶带，缠绕在她身上的姻缘线已经变得非常黑，几乎氤氲成一团黑雾，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将她一点点吞噬。司环宇健步上前，拍了拍谢薇的脸：“喂，
还活着吗？谢薇皱了皱眉，迷迷糊糊睁开双眼。待他看清面前站着的人是司环宇，瞬间露出惊恐的表情，嘴里还发出呜呜呜的声音。司环宇以为他有话要说，赶紧把胶带撕下来，结果谢薇张口就是不要杀我。司环宇，你想怎么折磨我都行，我可以跟你在一起，做你的情人，你的玩物，只要你不杀我，我可以不要尊严。司环宇嘴角狠狠一抽，这女人真是病得不轻，我求你，求你放了我吧，我不该在媒体面前那么说你，你放了我，我愿意帮你成。谢薇话没说完，司环宇已经绕到他身后，开始解他身上的绳子。他承认，一开始他被谢薇气得半死，但自从知道谢薇是被煞气反噬才胡言乱语，心里也就没那么恨了。谢薇身上的绳子很紧，有好几处都打了死结。司环宇解着解着，忽然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他皱了皱眉，问：“妹妹，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呀？”南星脸色一沉：“二哥，咱们可能要快一点了。”什么意思？司环宇话音刚落，楼下便传来砰的一声巨响。谢薇吓了一跳，一边挣扎一边尖叫，嘴里大喊着：“我不想死！”南星蹙眉，抽出一张昏睡符打在谢薇身上，让她安静下来。刚才那是什么声音？司环宇问。是粉尘引发的爆炸。南星道：“我们得赶在火势起来之前离开这里。”司环宇拍过不少爆破戏，却从没想到自己有生之年能遇到真的，心脏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好，我马上。两人齐心协力将谢薇身上的绳子解开。司环宇二话不说，将谢薇背起来，道：“妹妹，你先走。”两人跑出房间，下楼的时候，发现3层以下的位置已经烧起来了。厂房这种地方粉尘多，燃烧速度快。司环宇和南星一路避开那些燃烧的材料，有好几次都差点被高空坠物砸到。浓烟滚滚的走廊里，南星捂住口鼻，用来照明的符纸已经失去效力，在大火中化为灰烬。我这是做的什么孽？被对手戏女演员污蔑性骚扰，还要冒着生命危险来救她。司环宇在逃命的过程中还不忘吐槽，而他不知道的是，那些坍塌的建筑材料并不全是自然坠落的，有一部分是被邪祟故意推下来的。快了，快了，马上就到了。司环宇累得气喘吁吁，脸上全是汗。就在他们快要跑到1楼时，南星注意到头顶的房梁上趴着一只小鬼，正奸笑着将木头往下推。二哥，小心！来不及用符纸，南星调动灵力，隔空画符打向小鬼。小鬼往旁边一躲，木头调转方向，不偏不倚向他砸了过来。南星一惊，本能地念出保命口诀。口诀是师傅教他的，说是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乱用。虽然他也不确定现在算不算万不得已，但那么大的木头砸到他头上，估计不死也要变成智障。砰！木头快要砸到他的瞬间，被一道金光弹射出去，滚到旁边。与此同时，南星感觉到体内的灵力快速流失，几乎将他掏空。两人跑出厂房的时候，消防队已经赶过来了。杜若正急得焦头烂额，看到两人完好无损地带着谢薇出来，一颗心瞬间落地。天哪，真是吓死我了！环宇、南星，你们还好吗？司环宇抹了下脸上的灰尘，将昏睡不醒的谢薇扔到车后座上，然后从杜若手中接过矿泉水，递给南星：“妹妹，你先喝。”南星接过矿泉水，说了声谢谢。正在这时，一辆迈巴赫停在路边，车门打开，身高影长的男人迈着长腿走了下来。阿燕，司环宇看到傅青燕并不惊讶。他在赶过来的路上给傅青燕打电话，说南星一个人去找谢薇了，话里话外都在表达他可能会遇到危险。傅青燕嘴上说着关他什么事，但还是不争气的过来了。傅青燕调整了一下表情，佯装镇定地走到南星面前，见小丫头发丝凌乱，脸色苍白，忍不住蹙眉：“你就不会叫人一起过来？
南星捏着矿泉水瓶，感觉脑子晕乎乎的。他的余光扫过车后座的谢薇，发现他身上的黑雾已经散去，变回正常的煞气。谢薇在今天本该有一场死劫，但因为他的出现，死劫消失了。也就是说，他成了那个帮谢薇挡掉死劫的人。见南星不说话，傅清燕把吐槽的话咽下去，表情有些紧张。你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南星刚要摇头，就感觉一阵头晕目眩，紧接着眼前一黑，向傅清燕倒去。第62章，吸他的气运。傅清燕眼疾手快地捞住南星。女孩身体单薄，轻飘飘的，几乎没有什么重量，几乎是跌入他怀抱的瞬间便失去意识。妹妹，你怎么了？妹妹！司环宇大惊失色，刚要冲过来，就见傅清燕将他打横抱起，向迈巴赫走去。司环宇愣在原地，这货在电话里不是挺高冷吗？说什么他和南星只是协议婚姻，南星做什么都跟他没关系。现在倒好，人不仅来了，还对他妹妹这么关心。有本事嘴硬，有本事别着急呀。傅清燕将南星抱上车，对着前面的江存道：“去最近的医院。”是。很快，迈巴赫绝尘而去。杜若也带着司环宇和昏迷的谢薇赶往医院。南星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傅清燕坐在旁边的椅子上，腿上放着笔记本电脑，正在工作。南星揉了揉眼睛，坐起来，醒了。傅清燕见他起来，微不可察地松了口气。战雪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了南星晕倒的事，命令他寸步不离地照顾，还说南星什么时候醒，他什么时候才能走。医生给你检查过了，说你好得很，只有一点皮外伤，再晚来几分钟伤口就要愈合了。傅清燕忍不住揶揄：“你不是挺厉害吗？连鬼都不怕，怎么会被吓晕？”南星没回答，默默感受了一下体内的灵力，发现少得可怜。师傅果然没骗他，保命口诀不能随便用，因为一用灵力就被掏空了。你该不会是装的吧？傅清燕合起笔记本电脑，眯了眯眼，是想让我对你产生同情。南星嘴角一抽：“傅三少，别那么自恋。他现在满脑子都是谢薇的事，谢薇身上的姻缘煞没解开。若是任由煞气蔓延，不只是谢薇，就连被他盯上的那个人也会受到影响。还有二哥那边，本来他们是计划在发布会上让谢薇见到被他下降头的人，但谢薇现在这个样子，估计发布会也泡汤了。到时候媒体肯定会想入非非，认为司家仗着权势横行霸道。思及此，南星看向傅清燕，傅清燕感受到他的目光，眉毛一挑：“有事？”南星犹豫片刻，鼓起勇气问：“傅三少，能过来一下吗？”傅清燕：“过来？什么意思？过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南星重复了一遍：“我又不耳背，你直接说不就行了？”傅清燕微微眯眸，直觉小丫头有阴谋。“我现在没力气，你离我那么远，说话很累。”南星说着，故意咳了几声。傅清燕无语凝噎，起身将笔记本放到椅子上，走到他面前，墨眸自上而下睨着他。现在可以说了，随着距离的拉近，两人之间的气运线由虚变实，亏空的身体被逐渐填满。南星深呼吸，抬头看向傅清燕清冽的眉眼，到底想说什么？傅清燕皱了皱眉，语气有些不耐烦。下一秒，南星忽然伸出双手，环住男人肌肉紧实的腰。傅清燕，傅清燕。女孩的手臂纤细柔软，即使是隔着衬衫布料，也能感受到她掌心的温度。傅清燕的心脏蓦地停跳一拍，腹部肌肉不自觉收紧。虽然她对这个未婚妻并没有什么感情，但她活了25年，还是第一次被异性这么抱着。南星并未察觉男人胸口鼓动的心跳，贪婪地汲取着对方身上的气运。不得不说，气运之子的气运相当充沛，不过几秒钟的时间，他的灵力就恢复了许多。就在两人保持着这个姿势的时候，战雪推门而入：“南星，阿姨听说你晕过去了，
话没说完，战雪愣在原地。他刚才好像看到南星报复青燕了。虽然南星在战雪进来的第一时间就松开了傅青燕，但两人之间的距离还是充分说明了刚才那一幕不是幻觉。战雪的嘴角瞬间咧到耳朵根。好好好，他儿子的榆木脑袋终于开窍了。傅青燕没想到这种时候会有人进来，脸上闪过一丝尴尬。他后退一步，和南星拉开距离，故作冷静道：“您来了，那我就先走了。”战雪的笑容僵在脸上。走？你想走哪去？你未婚妻还在病床上躺着，我就问问你想去哪？傅青燕被战雪兜头一顿数落，只好闭上嘴。在外面，他是呼风唤雨的傅三少，但在战雪面前，永远只是个孩子。没事的，战阿姨，他要是忙，就让他走吧。南星一脸无所谓的表情。刚才抱傅青燕那一下，他的灵力回来了，也就不再需要他了。虽然这个行为有点渣，但他觉得傅青燕应该也不会在意。然而事实却是，傅青燕在看到南星那副漫不经心的表情时，脸色一下子就沉了下来。这丫头什么意思？抱完他就不认账了？傅青燕冷笑一声，刚要阴阳回去，就听战雪道：“那怎么行呢？阿燕是你的未婚夫，照顾你是理所应当的。我从小就告诉他，爱妻者富贵可得，他也很清楚这点。虽然如此，但我们还没结婚。”南星打断战雪的滔滔不绝：“既然没结婚，就不算妻子，他可以不用对我负责。”战雪闻言愣了2秒，紧接着露出心疼的表情。他这个儿媳大概是在山上待太久，都跟不上年轻人的思想了。现在的女孩子谈恋爱的时候就恨不得把男朋友当佣人使唤。南星倒好，订婚了还这么客气。你们虽然没结婚，但也已经订婚，只差在吉日领证而已。战雪说着，轻轻拍了拍南星的手：“你放心，我战雪养出来的儿子不会差，这点你看他爸爸就知道了。”南星不置可否。他住在傅家的这段时间，时常看到傅玉生陪在战雪身边，对他说的话言听计从，活脱脱一个老婆奴。他看了傅玉生的面相，也确实如此。至于傅青燕，他的面相和八字都证明他和傅玉生是一类人。他们一旦爱上某个人，就会掏心掏肺，甚至为对方赴汤蹈火。但南星清楚，这些都跟他没关系。毕竟傅青燕的心里有个白月光，她的专一，她的深情，她的偏爱，都是属于那个女人的。等她找到白月光，就是她功成身退的时候了。对了，谢小姐怎么样了？南星问。还在睡。傅青燕道：“她人就在隔壁，要去看看吗？”南星闻言，连忙掀开被子下床。战雪赶紧给傅青燕使了个眼色，让她跟着。傅青燕虽然不情愿，但还是老老实实跟了上去。隔壁病房里，谢薇躺在床上，双眼紧闭，旁边坐着他的经纪人安迪。安迪看到南星，连忙道：“南星小姐，你来了。”微微她一直昏迷，怎么叫都叫不醒。南星走到病床边，双手掐了个诀，指向谢薇，随着一缕金光注入体内。谢薇睁开双眼，安迪眨了眨眼，以为自己看错了。刚才那是什么？金光吗？好神奇呀！安迪，谢薇皱了皱眉，感觉浑身酸疼的厉害。安迪回过神来，扑到床边：“微微，你终于醒了，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用不用叫医生？”谢薇摇了摇头，又看向南星，脑海中蓦地闪过一些画面，记忆的最后，司环宇在给他松绑，然后他就失去了意识。你被绑架的那座厂房发生了火灾，是司环宇和南星小姐把你救出来的。安迪说这话的时候，表情有些复杂。谢薇刚失踪那会儿，他以为是司环宇干的，还跑到杜若那里发疯，直到司环宇冒着生命危险把谢薇从厂房里救出来，安迪才意识到是他错怪司环宇了。谢薇闻言，双手攥紧床单，原来司环宇是来救他的吗？他还以为，谢小姐，你还记得绑架你的人长什么样吗？
南星将谢薇的思绪拽回，谢薇仔细回忆了一番。我只记得，当时我正在家里生闷气，忽然停电了，几个黑人冲进来，把我迷晕。再然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安迪咬牙，这里可是京城，光天化日入室绑架，还有没有王法了？所以你并没有看清他们的长相。谢薇摇头。停电之后，房间里很黑。不过什么？不过我心里已经有怀疑的对象了。安迪一听这话，立刻握住谢薇的手。是谁呀？谢薇抿唇，看一眼安迪，又看一眼南星，表情有些纠结。说吧，傅三少在这，他会保证你的安全。南星说完，傅青燕的表情明显有些无语。谢薇的安全跟他有什么关系？他又不是活菩萨转世。谢薇可不知道傅青燕心里是怎么想的。听到南星说傅青燕会保护他，悬着的心立刻放下。那我就说了，我觉得绑架我的人很可能是司小姐。司小姐？傅青燕眉梢微挑。你是说司妍？谢薇点点头。前几天我和司小姐见了一面，谈话的时候，我看到司小姐手上戴着我的手链，那条手链是一个很重要的人送给我的。我看到手链的时候，情绪有点激动，不小心抓伤了司小姐。司小姐很生气，把茶叶泼到了我脸上，我们闹得很不愉快。提起那天发生的事，谢薇都觉得有些莫名其妙。虽然手链丢了，她很伤心，但司妍毕竟是司家的二小姐，旁边还坐着傅二太太，她就算再生气，也不至于直接上去抢手链，还把人家的手给抓伤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最近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谢薇低着头，脸色有些难看。司环宇的事我本来没想曝光，但是主持人问起来的时候，我忽然就很生气，一股脑儿全都说出来了。事发之后还有点后悔，毕竟《消失的玫瑰》这部剧签了对赌协议，我比谁都希望这部戏能赚钱。但我曝光了司环宇，就相当于自断生路了。还有发布会，其实我也不是很想开，但前几天在气头上的时候，又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司环宇对我做了什么。看着谢薇一脸迷惘的表情，南星问：“你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吗？”谢薇一愣：“什么意思？难道我不是情绪出了问题？”南星没有回答，而是道：“如果你想知道原因，我可以告诉你，但前提是我问你的问题，你必须如实回答。”安迪闻言连忙道：“南星小姐，你快帮帮他吧。微微她这段时间真的很不对劲，她以前没有这么冲动的。”谢薇看向安迪：“原来你们也觉得我不对劲了吗？”安迪经纪人用沉默告诉了谢薇答案，谢薇这才确定不是自己想多了。想着，她连忙道：“南星小姐，我答应你。”南星点点头，问：“你是不是有一个喜欢的人？”谢薇看一眼安迪，又快速收回目光：“是什么？微微，你竟然有喜欢的人了？”安迪十分惊讶。谢薇出道以来一直都是以高冷女神著称，圈里那些跟她合作过的小鲜肉都入不了她的眼。谢薇团队的人经常调侃她，说薇姐眼光这么高，估计这辈子是找不着男朋友了。现在谢薇竟然说她有喜欢的人了，是谁呀？安迪好奇死了，是圈里的还是圈外的？我认识吗？安迪，谢薇有点尴尬，南星在问我问题呢。啊，对。安迪赶紧闭嘴。南星小姐，你继续。南星盯着谢薇绯红的脸看了几秒，道：“你跟那个人是在一场宴会上认识的，你对他一见钟情，晚宴之后一直关注着他的消息，渐渐的情根深种。你拿到最佳女主角那天召开了庆功宴，他也来参加了，并且送给你一条手链，那条手链的名字叫永恒之爱，华国仅此一条。你认为他送你那条手链别有深意，于是试着约他见面，希望和他拉近关系。一开始他答应了，但见过2次之后，就开始找各种理由拒绝。你意识到他对你的温柔只是出于教养，而不是好感。从那之后，你就陷入了偏执的漩涡。你想占有他，
想让他承认对你的爱慕，想从他那里得到真正的永恒之爱。于是你在去泰国旅游的时候，找到一名本地巫师，给他下了情降。我说的对吗？第5集正在快马加鞭赶制，每天都会更新，记得点赞，关注小何哦。